这只虾仁有点惨，它和黑牛在小山村里种植了一片水稻，还养了不少鸡仔，勉强能种些粮食过活。不料隔壁村的老王不当人，竟带人摸黑偷了粮食。虾仁气急败坏，拿着开山就和大黑牛勇闯隔壁老王村，结果被暴打一顿，黑牛的牛角也被掰掉一只。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咱们呀，虽然长生，但却能被杀死，以后还是苟着点吧。宿主可以加点了哦。筒子，虾仁穿越自带长生系统，天地法则再也无法限制它的寿元，但每年可以增加1点属性点。贴心的系统还送了一头长生灵兽与它为伴，虽口不能语，但也能听懂它的话。每年还能给它加点，并不消耗自己的长生点数。属性点数已送达，宿主可自由分配。隔壁村的老王年轻力壮，咱们上次就是吃了力气小的亏，才被打得那么惨的。所以咱们就把唯一的属性点加在力量上吧。老黑，你觉得呢？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我要力量。哦，这一点力量属性加成，竟然效果这么霸道。老黑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咱俩虽然活得长，但是不耐饿啊，该不会活不到100年就先饿嗝屁了吧？小黑子那个瘪犊子，该不会又半路跑去掏鸟摸虾了吧？这家伙太不靠谱了。得知虾仁的粮食被抢后，心性淳朴的村民们便照顾起了虾仁的生活，经常送些吃食过来。虾仁叔，虾仁叔，你这孩子又半路跑去耍了吧？我没有，虾仁叔，这是村长让我给你带的大米，你可要收好了。瘦瘦弱弱的小黑子从背上卸下了一个麻袋，大汗淋漓。你这孩子真有心了，回去帮我谢谢村长。好嘞，虾仁叔，那我回家吃饭了，俺娘还等着我呢。好，路上千万小心。多好的孩子啊！别光说我，刚才你不是也怀疑人家了吗？别狡辩了，赶紧做饭吧。老牛，咱们得好好活下去，莫要再冲动行事。这世界大着呢，等我们发达了，我给你找几个老母牛。对面人多势众，对付他们那种人得用计策。等他们垂垂老以后，打烂他们牙齿，爆他们祖坟，大爷的，敢惹长生者！哪里来的狐味？老牛，你该不会又放屁了吧？没有就没有，你急什么呀？这碗摔坏了，多心疼啊！却在这时，虾仁身后的茅草屋突然升起了火光。我操他个猴子的，要不要这么背啊？快去挑水，别磨蹭了。着火了，虾仁家着火，快去救火！1个时辰之后，火势渐缓，整座茅屋快要被烧得干净。一人一牛眼中无光，跪在茅屋外，已是生无可恋。完犊子了！虾仁，你别灰心，房子没了可以重盖，人没了可就全完了。是啊，虾仁，你年纪轻轻的，靠着双手打拼，再攒出一份家业就是了。虾仁一时半会帮你盖起房子也不现实，后山那边有个山洞，你先去那边住些日子吧。听着村民们的一声声安慰，虾仁内心颇为感激。有劳各位乡亲父老了，你们的大恩我都记住了，以后有事找我虾仁便是。至于房子的事情，就不劳各位了，有个山洞住也是挺不错的。虾仁住山洞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你村长真的不用麻烦了，我虾仁贱命一条，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住就很满足了。大黑牛倒是无所谓，虾仁到哪就是他的家。你这孩子，算了，你先搬去那边住吧，回头再说房子的事。虾仁是个光棍汉，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，干脆牵着老黑就直奔后山山洞去了。这地方不错，偏僻清静，洞外还能开垦出一片荒地，咱们也吃喝不愁了。老黑，村民们帮咱们的地方已经够多了，再过强求就太过分了。这大山里面野味如此丰富，还能饿着你不成？只要太危险的地方不去，苟着活得够久，咱们迟早会统治这座后山的。
自此以后，虾人便在这座山洞中住下，寒来暑往，转眼便是数年过去了。虾人叔，你快回村子一趟嘛！怎么了？村子里出什么变故了吗？村长走了啊？怎么可能？村长对虾人一直照顾有加，虾人也念着他的好，想着找机会报答，却不料村长就这么走了。山中不知年月，却忘了村长年纪已经够大，生老病死才是人之常情嘛。走吧，我跟你回去送老村长最后一程。虾人叔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显老？究竟是怎么保养的？这个嘛，人心态好的话，自然就显得年轻了。真的吗？还能骗你不成？你看看老黑在这山里吃喝不愁，是不是比以前更显雄壮了？真的哎，这大黑牛以前看着干干瘦瘦的，现在壮硕多了。虾人叔还能骗你不成？保持好心态，你也可以永葆青春。永葆青春可不好啊！伴娘说了，等我长大了，就给我说个媳妇，生好多好多的娃娃。你小子真是长大了哈！虾人叔，其实我也不想长大，可是有些东西没接触过，总是有些可惜的。有道理。虾人跟小黑子说笑着，很快就返回了村子。村民们披麻戴孝，虾人换了白衣扛棺，黑牛帮忙扛棺。一路上，村民们哭哭啼啼，虾人却并没有半点伤感。或许这便是寿命绵长的代价吧。咦，这大黑牛也太灵性了吧，竟然还能帮着扛棺。这才哪到哪啊！我以前还见过他挑水、搬柴、扛石头呢，可比有些娃娃灵性多了。可惜了，这么灵性的牲口，却挑了个光棍汉当主人，可没少遭大罪吧？话不能这么说，虾人虽然是个光棍汉，但人家一不偷二不抢，还没少帮村里做事，那大黑牛应该不会遭罪才是。说来也怪，虾人有手有脚的，干活也卖力，可为啥不去找个婆娘，安安心心成个家呢？或许是有些隐疾。力量暴涨的虾人也同时获得了耳聪目明的增益效果，因此周围村民的议论声，他全都听到了耳朵里。老黑，人家说的对，要不然帮你找几头老母牛，给你成个家吧。若不是不想见到太多生离死别，谁又不想成家立业呢？虾人寿命绵长，注定与凡人有别。他若成家立业，必定要看着一位位亲人先他而去，这又是何等的折磨！安葬完村长，接下来的数年间，虾人不断往返于村中，各种本事都学了一通。虽然不精，却好在够多。这天，虾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村中。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村子里发生大事的集合令吗？该不会是有人来闹事吧？老黑，咱们去看看。云天宗收徒，有灵根者皆有踏上仙路之机。修仙云天宗或许是个好去处，看看再说。老黑，我知道这是个机遇，但你是不是忘了，凡事小心为上，能苟着就绝不能冒险。咱们看看再说。虾人穿越修仙世界，获得长生系统，结果却打不过隔壁老王，就连系统赠送的大黑牛牛角也掰掉一只。气急败坏的虾人气了一下，于是决定当狗王。这不，修仙的机会送上门，这泼天的富贵，虾人也没敢要。云天宗收徒，有灵根者皆有踏上仙路之机。仙人如何才能得知是否有灵根啊？是啊，我家小黑子从小力大如牛，算命的说他是仙人转世的。安静，真是大黑牛遛狗，从头遛到尾。灵根分为5系杂灵根、4系下灵根、3系通灵根、2级上灵根、1系天灵根。年龄20以下者开始测试灵根。村里小孩、年轻人跃跃欲试，一个个上前站立，光柱皆无反应。这不可能啊！我那日做梦梦见过我是仙人的呀！仙人，求您收我为徒吧！无灵根者坐收。仙人，求求你了，我梦到过的呀！老子数到3，给我爬。第什么4动经？好快的手法，一息的功夫，那人便灰飞烟灭。村民们眼中尽显畏惧之色。接下来再也没有骚乱，很快便都测完了。虾人畏畏缩缩的也去试了试，有灵根，不过是5系杂灵根，修仙者压根没关注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居然有一位3系灵根者。小女王，跟家中之人道别吧。是，仙人。5系杂灵根者可入宗打杂，同样有踏上仙路之机。有几位5系灵根者听后喜出望外，直接跪了下去。仙人，我去。还有个戴草帽的呢，不想去吗？
心智不坚，先路无望，咱们撤。你娘啊！老牛叫你随便来一脚装死糊弄过去，你想把我杀了是吧？咱可不能去那些宗门，简直了！当众杀人还不犯法，吃牛肉还外带牛鞭。我们跟隔壁老王有仇，也不过是小打小闹，这修仙者可是直接杀人啊！虾仁深深记住了那道眼神，犹如沙坤一般毒辣。咱们过好自己的，比什么都强，打打杀杀有什么好？明天去村里找点活儿干，这吃人的世道，没个18般武艺是走不通的。第二天，一人一牛开始在村里找活干，什么殡葬一条龙，唢呐满天吹，他们干得红红火火。当然人红是非多，不曾想却又听到几个婆娘说虾仁不止，他找到村中王大婶，舌战群儒，唾沫横飞，吵得面红耳赤，差点亮出大宝贝证明自己。最后因为大黑牛不善言辞，败下阵来。山洞中，虾仁气急败坏，还在唠大黑牛。这黑牛当时站在他身后一个怂，硬是憋不出一个字。算了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也不怪你，只怪我们活得久。大黑牛狠狠点头，他当时可是亮出了大宝贝，结果竟被那群大婶评头论足，嘲笑不已。耶，宿主，我又来了哦！好，老牛又可以加点了。就是咋感觉力量21和20没啥差别呢？算了，那就加速度吧。哎呀，咋没想到呢？既然要当狗，为啥不全加速度呢？跑路更安全。加了速度，虾仁瞬间悟了。老牛，我们也该离开了，这个村子已容不下你我。这个村子除了小黑子一家，越来越多熟悉的人在慢慢消失。容颜不老在凡人看来太过恐怖了一些，毕竟这个世界可没什么护肤品、打激素之类的。许多人甚至想吃了大黑牛，换取长生不老。但是呢，牛哥，自仇不报非君子。老牛，走。哎，我说老牛，你咋看着比我还记仇，还不过瘾呐？好，下一个目标，隔壁老王 ，Go go go go！ 什么人？我是你失散多年的亲爹。好汉，饶命啊，好汉！20多年前，你带人偷我们稻米之仇，今日来讨还了。快来人！老王家进贼了，大家都拿上家伙。老牛，撤！这边只有停下来单挑。哈哈哈！哎，追不上。老王，你们家祖坟被刨了，棺材吧都不闲了。老王，快回去看看你们家田地，像是被猪拱了。自此以后，在这个老王村便留下了一段关于一人一牛的传说。老牛，我这无双符法如何？老牛，虽然我们有非人的力量，但是你也看见了，他酿的有修仙的啊！咱们遇事莫冲动，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人，说不得就是什么老妖怪。就是在野外杀只鸡，也一定要毁尸灭迹，不要给别人留下痕迹。因为他身后可能有一群鲲，到时候凭着气味就找到我们了。你觉得一群鸡来了又算什么？杀了便是。那如果这群鸡不是普通的鸡，而是修仙者养的呢？是不是又会来找我们麻烦？最后可能会因为一只鸡引发宗门大战，咱们能打多少人？要是咱们一个不小心被打死了，得亏多少小母牛？所以以后做事小心为上，一点马虎都不能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
若是一头小母牛与修仙者对峙，争夺一株灵药，大战一触即发，如何处置？答案一：英雄救美，义不容辞，舍我其谁？答案二：站在更加强大一方，欺负弱小，为求自保。答案三：当作无事发生，悄然路过，不沾因果。答案四：有我无敌，都得死，灵药是我的，请作答。答案一嘛，错。一头小母牛如何与修仙者争夺？若你冲上前去，只能多一具尸体。竟然选二，大错。你几只是在争夺灵药，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风险。修仙者将敌人做掉后，可不会留你。哈哈哈，竟然选三，更是大错特错。双方火并之时，谁管你是不是路过？他们只会连你一起做掉。没想到啊，你竟然会选答案四，恭喜你，你选择了最惨烈的死法。老牛瞳孔涣散，瘫倒在地上，自己竟然全错。黑牛心想不对啊，怎么答案是全错？他越想越不对劲，看着还在吃熊掌的虾仁。老牛，快收拾，远处有人打斗。看虾仁表情不像开玩笑，两人很快收拾完，默默向相反方向走去，一言不发。慢着，慢着，牛留下，你可以爬了。前辈，您一看就是武林高手，没必要专门来抢牛吧？哈哈，堂堂百玄门还不至于沦落至此，我都不好意思拆穿你。这里可不是放牛的地，既然你形迹可疑，那也只能怪你运气不好。既如此，反弹。怕啥来啥，他身后肯定有一群鸡，咱得处理干净了。一人一牛迅速销毁痕迹，随后溜之大吉。为何不见柳田？当时师兄看见一人一牛，便独自停下，想来是想买下那人的牛，给入门的新弟子补补。有灼烧的痕迹，这里被清理过。门主，难道动手的人心思缜密，没有留下太多痕迹？那个人才是关键，可有记清长相？废物！门主息怒。哎，走吧，安顿好他的家人，还未见到尸体，说不准只是我们想多了。他不信如此短的时间内，还真有人做出杀人焚尸之事。转眼已是半年，夕阳西下，残阳如血。一位少年牵着一头黑牛出现在天际，遥远处是一座巨城匍匐，正是他们要去的地方。听说那里城内禁止打斗，比野外安全得多。长生真是寂寞如雪啊！老牛，咱们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。走入城中，虾仁体验到了这是一个何等的盛世，杂耍艺人街头卖艺，周围不断围着人大声叫好。街道上无数行人走过，他们身穿丝绸，举手抬足间都带着一股古之韵味，尽显大气。不远处还有才子佳人在吟诗作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喂，行開啦，借一借，拜託。打爆你眼鏡！你看那些眼仔，精明都沒到，就拿個棺材板捆街啱啦。此城名为盘宁城，望着这热闹繁华的盛世，虾仁也是万千感慨。如此宏大的世界，看遍千山万水，体验世间繁华，这才是长生的意义啊！小哥，看看有喜欢的吗？真是精美啊，这些做工必须的。那个，我就看看，以后有钱了一定来买。没事儿，我这还有一个雕坏了的木雕，你要是喜欢就拿去。老板，我们拿些米给你换吧，这个雕像我很喜欢。得嘞。回到街道上，虾仁拿着雕像爱不释手，将大黑牛给羡慕坏了。咋这摊贩老板不送我一个呢？没事，老牛，以后咱有钱了，我也给你买个母捏牛啊。夏哥，你最好了。到了傍晚，河边一处处类似孔明灯的东西缓缓升空，带着百姓对明年的美好祝愿，整座盘宁城被照得通亮。老牛，放不放？咱们大出血一次？必须啊！这么有意思的事情，怎么能少得了我？老牛，啥愿望啊？咱们写下来，听说更灵验。是吗？嘿嘿，不会是小母牛啥的吧？想啥呢？我是那种肤浅的牛吗？看，永远跟着下。傻瓜，愿望说出来那就不灵验了。夜幕低垂，星辰点点，一人一牛共同放飞了。那盏充满温情的祈愿灯，那灯火宛如夜空中最温柔的眼睛，缓缓升空，穿透了夜的寂静，照亮了彼此心中的每一个角落。
第二天，虾仁来到城中的一家铁匠铺。小哥，我们这不收你。我天生大力，我觉得你这铁匠铺少了我，可能差了点东西。说人话。老板，铁匠铺还收人吗？一个顶俩，还有我家祖传大黑牛帮忙，保证你生意红红火火啊！你以为我这啥来历不明的人都收吗？我上早吧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没事，我打听过，隔壁街还有一个铁匠铺，听说生意不景气，咱们去那试试。对，咱去那把生意干起来，羡慕死他。哎，老伯，小哥买啥？那个，我天生神力，铁匠铺还招人吗？哈哈，招人，不过我这铺子人都跑光了，可发不了你工钱。没事，老板，你给我们个住的地方就行。哎，那感情好啊，这铁匠铺的后院，你们随意住。两人一拍即合，虾仁将他们的锅碗瓢盆整理好，便去打铁了。大黑牛则是到处找藏米的地方。小哥，看这手法，以前打过铁。那必须的啊，老伯，我可有5年工作经验呢，你赚大发了。不过手法粗糙了一点，来，给你露一手。小腿发力，带动心脏，以腰为轴，力量上传。嗨！嚯，高人啊，这打铁方式和其他铁匠完全不一样。虽然打铁很帅，不过不一会，小老头就气喘吁吁了。哎，老乙，你来。虾仁学着老伯的手法一顿输出，还别说，他对自身力量的掌控都变强不少。就这样过了1年，孙老，咱们铁匠铺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啊！小老头名叫孙凯乐，曾经有个儿子，只不过去宁云山脉寻仙时死于非命。这些年一个人就这么过来了。但是自从虾仁来了之后，老头笑容都多了。虾仁，有张哥，100柄大刀，接不？嚯，包接的啊，张哥尽管吩咐。2个月之内完成，如果1个月能搞定，我加钱。张哥客气，咱俩哥们加什么钱？下个月这时候来拿就是。哈哈，爽客人，虾兄就是会做生意。哎，虾兄，你这大黑牛可有灵性来，可别弄来吃了。祖传的吃不了。行，有事招呼，你张哥包上的。好嘞。黑牛，送你张哥。哈哈哈。夜晚，虾仁与大黑牛回到院子中，土块东一块西一块。咱们把张哥的单子做完，就去买木雕，放心记着呢。让虾仁没想到的是，没等来张哥本人，却等来了张哥的噩耗。哎，姑娘，张哥呢？他说上个月来取刀的。张师兄在与百玄门打斗中死了。啊！我多嘴了，我这就去给你们拿刀。好。大黑牛也听到了这个噩耗，在送走美妞后，也是疑惑地看向虾仁。听说是在打斗中死的，江湖中人打杀4人很正常。那倒是，咱们长生本是无敌路，不得罪，不参与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帮身边朋友即可。这世间已再无任何事能惊起你我波澜，除非……嚯，我去年买了个表。第二天，负责店铺铁矿采购的孙老头告诉虾仁，卖铁矿的觉得虾仁生意好，涨价了。虾仁带上大黑牛就去理论。好汉，咋回事啊？咱们来讲道理，凭什么卖给我们的铁矿就涨价？好汉可是孙凯乐家的。没错，老板给个说法吧。那铁匠铺也是张哥罩着的。好，稍等片刻，还请就坐。行，咱们也是讲道理的人，不是来闹事的。就是这1人1牛来官家的地方闹事。带走。什么？就这样被关了5天，武器也被没收。不过好在铁矿老板确实没涨价了。时间一晃，又是5年。让开，都让开！要来了。我没事，人总会有这么一天的。孙老，没事的，我向城中大夫打听了，每天坚持吃药，至少能多活10年。我记得你第1天来铁匠铺的时候，呵呵，像个乡下小子。如今我也没什么好教你的，你都学会了，今后店铺就交给你了，多存些银子，找个媳妇，别去买药了。孙老，你小看我了，这要不了多少钱。不用安慰我了，我的身体我知道，这个东西你拿着。我儿子就是看了这个才去寻仙的。孙老，我对修仙没有兴趣，我只想好好活着。呵呵，如果我那儿子有你这样心性就好了。我也没有东西留给你，就收下吧。大黑牛，哈哈，
好好跟着虾仁。我见过如此多的兽类，就你最有灵性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他会保佑你们的。谢谢你们。孙老头走了，虾仁和大黑牛发呆良久。没事，老牛，我们应该高兴。为啥？如果没有我们，孙老可是连个处理后事的人都没有。咱这几年至少把铁匠铺给经营好了，孙老也过得快乐，不是吗？是啊，这就对了，咱是做了大好事啊！一人一牛笑得比哭还难看。虾仁这番话不知道是在安慰大黑牛，还是在安慰自己。哎，老牛，我们被坑了，那大夫铁定是看我们着急，给我们乱说药材价格。你咋不学医呢？长生既是世人无尽的向往，也是命运无常下最沉重的叹息。它轻起于唇齿间，却重压在心头。孙老走了，虾仁再次为至亲抬起了那沉重的棺木。或许自从他学习抬棺、唢呐吹响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隐约预见了这份宿命的重量。老牛，你说的对，行走世间难免磕磕碰碰，学一手医术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是吧？听说盘宁南城那里医馆众多，等还完了街坊邻居的钱，我们去那看看。1年后，有人路过虾仁的铁匠铺，发现竟然关门了，人也不知所踪。皆是暗中一叹，早知道多在这打几把铁具备在家里了。涨价，必须涨价，我看谁不涨。隔壁铁匠铺除外。盘宁南城，一人一牛来到一家店铺前，牌匾上写着平泰医馆。老牛，我进去看看情况，就把你拴在门外了。你这么大了，要学会保护自己。要是有陌生人想牵走你，你就大叫，然后踹他一脚，但不可太过用力。小哥，需要买什么？我找宁斯，宁大夫。宁斯是这里的老板，性格宽和，医者仁心，广受百姓好评。小兄弟，你找我？虾仁抬眼望去，此人蓄着八字胡，眼中带着忧郁，人已到中年。不过在虾仁看来，此人很会养生，可能实际年龄比看起来的大。宁大夫，我是来学医的。好壮硕的身体，我暂时不收徒了。小兄弟，你还是去别家看看吧。啊，宁大夫，我是真心来学医术的，特能吃苦。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，就是打杂也行，只要能学到东西。好敏捷的身手。哎，我家这头黑牛就是这，怎么都拉不走。你拉我牛干什么？哟哈，你说是你家的，它就是你家的。那你的意思是不想讲道理了？黄怒，这就是我家大黑牛，怎么要比划比划？大家听到了啊，是这人不讲道理。我操！踢到铁板，还以为是个小毛头，没想到是个练家子。那个小兄弟，我好像看错了，我家牛没这么丑，这不是我家的。找打！爷爷别打了，我错了。我还会回来的。老牛没事了，有我在。好，打得好，这地痞早看他不顺眼了。我理个窦娥，这真的是来学医的吗？还请宁大夫收下我，让我们在平泰医馆打杂即可。我和我的牛很勤快的。多好的孩子啊！如此有正义感的少年不多见喽。宁大夫就收下他吧。是啊，宁大夫，这小兄弟也是可怜，带着家里的牛就来城中讨生活了。见此，宁斯也不再多想，顺势答应了下来。少年看着着实可怜，流落在外，被那群地痞报复可不好。既如此，那我就收下你。谢宁大夫。进了医馆，宁斯便让虾仁从辨别药材开始，不然连在医馆打杂都不配。一人一牛开始挑灯夜读，期间虾仁的努力，宁斯都看在眼里。此子倒是能耐得住寂寞。经过1年的苦修，虾仁成功在店里当起了伙计。这天下班后，走路都飘了，嘴角洋溢着牛逼的微笑。老牛，我上岸了。大晚上你点个灯干嘛？好胆，竟然趁我上班偷学，想卷死我是吧？罚你今晚不准看书。真拿你没办法，老牛，我不在时，你要是认错了怎么办？你还认不全字，这可是药材，出错一点都是要人命的。认识到错误就好，那我再给你讲讲这个药材吧。师傅师母，如果第一眼会看错人，那么7年的时间绝不会看错。虾仁，在拜入我们下前，我想问你何为医者？
自当是以治病救人为己责，但德更为之重要。若路遇一山匪，他打家劫舍，无恶不作，但却身受重伤，正求助于你，你当如何？那宁师，我可就说实话了。既已身受重伤，我肯定先发现他，但我不会救他，我会戴上头巾而过，以免被日后报复。你特娘的真是个天才！医者不为恶，坚持本心即可。为师就喜欢听你说实话。这孩子品行端正，心性也是极好。虾仁的回答他们很满意。若是虾仁为了讨好他们，说去救此人，倒是会被他们低看一眼。好，那你便是入门了。为师此生只收了2位弟子，你是第3个。谢宁师。你虽然不是天资最为聪慧的，但为师相信你会是医术最高之人。宁师谬赞。阁下虽强，但还不至于让我用出第2把开山斧。老黑，你知道吗？师傅夸我有医圣之姿，紫气浩荡3万里呢。拜师事了，虾仁返回后院，跟大黑牛吹嘘起了拜师细节。大黑牛信以为真，绕着院子狂奔。哈哈，老黑，再给你加点速度，你是不是就能原地起飞了？之后3年，虾仁常常跟着宁思出门问诊，遇到疑难杂症，虾仁都会掏出小本本记上，学习态度很是积极。他的医术不觉间已经有所小成，终于可以独当一面了。虾仁大夫，快救我狗命啊！我看你面色发黑，正是中毒之兆，可是被毒蛇毒虫咬了？不是啊，我是吃了毒蘑菇才成这样的。你看手臂上有2颗红点，定是毒牙所致。到了如今还想诓骗于我，是嫌命长了是吧？虾仁大夫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吃了毒蘑菇以后，我就觉得天旋地转的，之后发生了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先别急，我给你开个方子，你照单抓药，兴许还有几分活头。多谢虾仁大夫。虾仁凭借记忆快速写了一张药方，中毒汉子接过一看，顿时变了脸色。这么多药材，虾仁大夫，我没这么多钱啊。无妨，你去抓药便是，药钱我先给你垫付了，等有了钱再来还我便是。虾大夫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大恩大德，我赵老三永世不忘。别废话了，快去抓药吧。虾仁医德之名也由此传开，到处盛传他是济世神医。可名声捧得高了，就会有人用圣人的标准来绑架虾仁。众多看不起病的病人纷纷涌来医馆，吓得虾仁也不敢出诊了。由此，虾仁的好名声也跟着急转直下了。本想做个好事，可最后我却成了小丑，属实可笑。大黑牛仿佛看出了虾仁悲伤，大脑袋贴过来，在虾仁身上蹭了蹭。老黑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咱们帮帮身边的朋友，便已经是仁至义尽。现在明白我的苦衷了吧？老黑，咱们还是走吧，这里不适合咱们。我现在的名声已经影响到医馆了。一提到离开，大黑牛也跟着情绪低落下来。在医馆的几年，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。我已知晓此事，也明白你的苦心。人心险恶，不可过分实诚。去吧，路上小心些。谨遵宁师教诲，虾仁就此拜别。你先等等，这本是我毕生行医的心得，你且收下吧。临别之时，宁思又试了虾仁一次，若是虾仁交不上满意答卷，宁思便会打消心得赠人的想法。宁师，这如何使的呀？收下吧，你当得起这本心得的分量。多谢宁师。拜别宁思，虾仁便骑坐着大黑牛，一边赶路，一边把医书翻了个滚瓜烂熟，收获颇丰。兴致所致，他还会带着大黑牛漫山遍野的翻找灵药。老黑，咱们仔细找找，要是找到传说中的灵药，咱们可就发财喽。大黑牛在山谷中撒蹄狂奔，坚韧牛角把沿途犁出了一道道沟壑。两人忙得不亦乐乎时，突然一声惨叫从远处传来：“有妖兽，快跑啊！”老黑，快跑！虾仁早已经有习惯了，一听见有妖兽，便跑的影都没了。不料那似虎的妖兽突然舍弃的路人，直奔虾仁而来，速度极快。我操！你麻麻的，时不时有饼，俺哥俩又没惹你，你追我们作甚？大黑牛也吓得慌不择路，不料前方突然出现一棵参天大树，大黑牛躲闪不及，一头撞在了上面。老黑，你没事吧？那似虎般的妖兽看到一人一牛惨状，兴奋发出咆哮声，速度又提了几成。完犊子了，老黑，咱们跟他拼了！阁下虽强，但还不至于让我用出第二把开山斧。
虾仁带着大黑牛在山间开开心心的离地，不料一头嗜血妖兽直奔一人一牛扑来。虾仁带着大黑牛四处逃窜，可那妖兽太不讲武德，一路把一人一牛逼到了角落。被迫无奈之下，虾仁只好取出开山斧，给那不讲武德的妖兽开了妖生最宝贵的一课。阁下虽强，但还是太慢了。隔壁会上树的松鼠也比你快上千百倍。就这啊，也敢追你爷爷！妖兽绝望地发出一声嘶吼，他倒嘎都想不通，明明这一人一牛很强，却偏偏要装出很弱的样子。哎，老黑，别撞了，这皮撞烂了就卖不到好价钱了。我知道你很气，但你先别气，咱们把它扒皮抽骨了，不更解恨？老黑，该说不说，这有修为的妖兽吃着就是香哈。一人一牛吃得快活，转眼就把妖兽的尸身处理了干净，现场不留任何痕迹。老黑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开溜！两人跑得飞快，转眼就没影了。还是自己弄个洞安全。由于吃得太饱，虾仁睡不着，就摸出了那本孙老给的炼气诀，翻看起来。天地有灵气，气感通天地，无感进取之，必亦无穷尽。哦，我勒个牛13啊！没说你老黑，况且你也没有啊！滚滚滚！山洞就这么大，你还到处污染空气，真服了你了！大黑牛盯着那本炼气诀，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。老黑，这可是修仙法诀，修成之后飞天遁地，无所不能。这天地之大，咱们哪都能去得。大黑牛激动的就要啃书，吓得虾仁赶紧护住炼气诀。药诀都在意里面，你把书吃了是没用的。炼气机分10层，突破便是筑基，受限打破可活400岁。切，老黑，咱俩确实寿命绵长，可你就不想变强一些，不想多俘获一些母妖兽？你就这点出息了？行吧，咱俩先试试这本炼气诀，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吧。一人一牛按照法诀运气路线，感受了半天的天地气机，然而却毛收获都没有。麻了，都是骗人的，这书绝对是假货。孙老的一世英名都被他那坑爹儿子败光了。咦，等等！正准备吃书的大黑牛一脑门问号的看向突然变脸的虾仁。老黑，你有没有感觉小腹有点不一样的感觉？会不会是妖兽肉吃多了，咱们吸收不了吧？越说越来劲了，不行了，我先去解个手。这不对吧？大老黑怎么没事？难道是我灵根太弱了？想到难处，虾仁就忍不住摇头晃脑起来，不料一个趔趄，让他摔了个狗吃屎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这样。虾仁草草解决问题，快速朝洞中跑去。老黑，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。不是这本炼气诀不行，是咱俩的灵根太差，感受不到天地灵力的波动。老黑，你在干嘛？你大爷的，力拔山吸气盖世！老牛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大黑牛老实了，躺靠在土墙上，离虾仁远远的，牛眼带着莫名嘲笑之意。咱们每天坚持修炼1个时辰，要是没用就算了。大黑牛点头，看向虾仁正在走过来，他连忙换位置，然而虾仁岂能放过他？大黑牛欲哭无泪，被强行靠在一起，度过了一个有味道的夜。不知不觉已是3年，虾仁和大黑牛身穿野兽皮衣，活脱脱一副野人模样。老牛，真没想到那功法竟然真的有用。哎，老牛，注意点素质，咱俩虽然有3年不跟外面接触了，但还不至于彻底变成野人野牛。话说回来，我发现咱俩的速度加点也是到瓶颈了，追着蜘蛛竟然用了1/10的脚力，你说接下来该往哪个方向加点呢？要我说，咱俩现在好歹修上了法诀，不如接下来就加点法力吧。啊，那万物精元怎么样？行，都听你的，咱们先回去饱餐一顿再说。一人一牛开开心心返回山洞，美美的饱餐一顿，紧接着便又研究起了那本稍有点作用的炼气诀。山中连续下了几天大雨，虾仁原来的山洞已经不能住，一人一牛不得不冒雨找了新的住处。哈哈，老牛真有你的，这么隐蔽的山洞都被你找到了。
宿主又有新的点数可以分配了哦。来得好，老牛，接下来咱们就看看这万物晶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吧。虾仁把奖励点数加在了万物晶元上，体表顿时亮起了一层绿光。老牛，我没事，这便是万物晶元。你看。抬起手掌，手心里骤然出现一枚绿色液滴，晶莹剔透，像宝石一般。他喵的，这玩意该不会抽的是我的晶元吧？大黑牛担心地看着虾仁，他明显看出了虾仁的异样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他大黑牛也绝不独活。我没事，老牛，要不你也试试这万物晶元的效果吧。一人一牛瘫坐在地上，精疲力尽地喘着粗气。大黑牛终于明白虾仁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他好像看见了几只小母牛在交响。他喵的，咱俩绝对被坑了！就抽出这么一点晶元，就比打了1年的铁还累，感觉身子被掏空。老牛，看来这万物晶元以后咱俩可不能乱用了，起码要分开来用。若是一人一牛同时瘫软无力，在遭遇危险时，可就真的任人拿捏了。明天我熬点大补汤，咱俩好好补补元气。至于这一滴晶元究竟有啥用处呢？看着手心处的一点晶元，虾仁顿时陷入了沉思。哎，想那么多干嘛？身边这么多家伙试试不就知道了？虾仁把手心的一点晶元分别按在身边所有的物件上，均没有任何反应。果然是个坑货，只可惜了那一点分配点数了。老牛，刚刚损失了那么多元气，你就别疯了。这次大黑牛并没有回应，而是蹲在洞门口，静静地看着什么。虾仁来到大黑牛身边，却见一株格外绿的小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长。老牛，你该不会把那滴晶元用在这株草上了吧？牛13，起开，让我仔细看看。原来如此，提取出的这些晶元是可以促进生物生长的。别气了，老黑，大不了明天熬的大补汤分你一半就是了。哈哈，大傻子。一人一牛如往常一样，又在山洞里追逐打闹起来。时光荏苒，转眼又是1年逝去。老黑，按照咱们这行的规矩，不能让他们暴尸于荒野，给他做场法事，好入土为安吧。走起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哎，老牛，你太粗鲁了。切，你这一脚下去，又少了10年功德。这样吧。今天我吃肉，你喝汤，就当是前心悔过了，佛祖会饶恕你的。气不过的大黑牛一头撞向虾仁，力拔山兮气盖世。哎，好了，老牛别闹了，该回去了。虾仁一条胳膊搭在大黑牛粗壮的脖子上，像勾肩搭背的亲兄弟一样，朝着山洞走去。咦，这野人和野牛竟有如此敏捷的身手。苏师兄，这等蛮夷哪有什么高超手段，定然是走了狗屎运，容我再试上一试。万师妹，野牛交给你，野人就交给我吧。田师弟，万师妹，还是小心为上的好。苏师兄，你多虑了。就在3人低声交谈时，虾仁已经悄无声息地摸到了他们身边。一口一个蛮夷，显得自己很高贵嘛。好厉害的身法，他是何时摸到近处的？苏姓男子意识到了不妙，刚想开口试探，却被刀疤男抢了先。瞧你这身打扮，定然是山中吃人的野人吧？你不是蛮夷，谁是蛮夷？首先，我们不吃人，你全家才吃人；其次，我们不是蛮夷，你们全家才是蛮夷。你，乡野蛮子，你可是的死物！哦咦哟哦，3位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就是来评个理。看到虾仁胆怯的模样，刀疤脸顿时得意地笑出声来。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我们拜玄门只要一个除暴安良的借口就够了。田师弟，且慢。好慢！怎么可能？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寒光一闪，开山斧劈出，却突然被一把利剑挡住了去路。田师弟，快躲开！苏师兄，速斩杀死了，他一直在扮猪吃虎。刀疤男没有退走，而是围攻上前，是要把虾仁围杀当场。畜生，有我在此，你休想上前一步！万幸女子剑法凌厉，逼得大黑牛连连倒退，口中哼斥不断。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老牛，别跟他们浪费时间了，以免再生事端。虾仁手中开山斧瞬间只剩残影，而一旁的大黑牛也一头飞逝，直奔万幸。怎么会？你废话真多！开山斧透胸而过，苏姓男子语音当场，嗣后仍不瞑目。
哎，客官来一串嘛！不要不要。哦。小兄弟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山脉出野人了。听说杀了人还吃骨头的，千万别上山了。啊！除了昨日我在山里，也没瞎过人啊。呵呵，所以啊，小命要紧。如此大的山脉，要找到野人可不易。谢谢大哥，那我就不去山脉了。明明没做坏事，却传出了野人野牛的谣言。下山后，虾仁也是明白了，江湖人心险恶。他总觉得明明是一件小事，莫名被某些人放大了。说不得是什么大人物安排的。老牛，算了，咱别去牵扯这些是非。告别深山，虾仁探望了宁师，又在铁匠铺打了几年铁，奈何容颜不老，终是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。铁匠铺也是没法待了，他们来到了盘宁西城，干起了虾味小吃。老板，皮虾来2只，不要挑虾线。小姑娘，先来后到呀，先去交钱吧。虾仁说话可直，在排队的人也是给点了个赞。于师兄，快来给钱！哇！虾仁的 Q 弹与海洋的清新在口腔中爆炸开来，仿佛瞬间带你遨游于碧波万顷的海洋深处。还是凡人的世界精彩啊！老在宗门修炼，只能和山里的灵兽玩。奇怪，收钱的竟是头名。繁体没有任何问题，也是繁体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体内的法力竟然有了波动，他感觉有人在探查自己，但被万物晶元遮过。有修仙者，那小女孩喊了一句“于师兄”，这一行人极有可能就是，还是莫要招惹。不得不说，虾仁做的虾仁饭确实好吃，这群人竟然围在这里吃了一碗。各位公子小姐，我们也要收摊睡觉了，那个别吃了吧。老板，你继续做呀，我们有的是银子。老板，你这味道确实不错。于师兄冷不丁地说道，看见师妹如此推崇，他也试了试，现在有点停不下来。是啊，老板，咱们又不是不给银子。没食材了，各位。那老板，你每天晚上都在这吗？不一定，我这摊位是流动的。流动？就是随遇而安，想在哪就在哪。啊，要不你来我们宗门当厨子？青灵，该走了，要是再多言，就送你回去。听得出来，于师兄是有些生气的。各位慢走。辛苦你了，老牛，今天赚了不少呢。咱们多赚点钱留着，这几年赚的全给朋友安排后事了。大黑牛点头，现在的日子就不错，不用去交际认识任何人，不然老师他们就不见了。哎，你给我高兴点，装深沉呐。这1月，他很少看到老牛的笑脸。怎么还过不去了呢？咱们做这些事可全是功德，上天和佛祖会保佑他们的。唠功德他可就来劲了，他对功德深信不疑。真的，我都已经给了，不然你看我像你这样吗？黑牛立马起身盘腿，嘴里不断发出哞哞声，不知道在叨念啥。完事了。后面的日子，他们在盘宁城随遇而安，虾味小吃也有了不少名气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流动店铺被偷了。就去进个货，我家呢，天杀的，这么大个屋子都能偷，娘的，咱的锅碗瓢盆全在里头。老牛，追！偷家者受的刺。站住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尔等何意？很屌啊！原来是你的呀，倒是自己送上门了。冤枉啊！走一趟吧，你这摊位太大，都影响别人了，城里百姓都跟我嗷嗷叫苦。因为摊位过大，虾仁和大黑牛又被捕了，小房子也被拆掉，从此便也炒不了虾仁饭了。本以为这已经够惨了，奈何2月后，虾仁听到消息，说是宁大夫快要不行了，他亲自上门将100年老餐送上，奈何岁月不饶人，宁思还是走了。老村长、孙老、宁师，他们好像都走了。虾仁牵着大黑牛与他们相向而行，步伐沉重缓慢，眼中已无悲无喜。他们走了，彻底离开了盘宁城。修仙路漫漫，凡人世间还是不要太过贪恋。胖哥说的极是。老牛，走吧。小胖子炼气3层，是宁云山脉远近闻名的散修中介，专门带散修前去参加每年1度的升仙大会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人缘也是极好。
虾兄，若是进入仙门，还是将这头黑牛提前处理为好。胖哥说笑了，我这资质顶多去长长见识，哪能想进就进？虾兄心性倒是不错，怪不得如此年轻就已是炼气2层。胖哥难道看不出来，我只是个采药的，前几年采到一株灵药，不小心吃了。如今熟练运用万物精元，外人根本无法探查他俩实力。原来如此。胖哥可知各大派为何举办升仙大会？广纳人才嘛，除了各门各派去往各地招收的弟子外，还有大量散修流落在外，其中也不乏资质天才之辈。胖哥所言极是，如果被埋没了，也是各大仙宗的损失。哎，对头，我干这一行多年，那散修的数量每年如过江之鲫啊。多亏了你，不然咱们散修哪来的机会？你是个好人。这一夸倒是让小胖子颇为赞赏，本来还想加钱的，便算了。虾兄，容我多说一句。胖哥请指教。这些大门派对修仙资质要求非常之高，若是没有机会，还是要看开些，免得被心魔所扰。胖哥所言，家某谨记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经过小胖子的带路，一行人很快便要走到一个山谷中，周围大雾缭绕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虾兄，就是这了，九星谷。这大雾是各派合力建立的阵法，若是凡人误入，便会迷失其中，后被送出来。这些大雾竟然是改变天象的阵法。阵法可以辨别修士体内法力，虾兄直接进去便可。好，多谢胖哥了。那就此别过，我还要去带别的散修。这些散修着装怪异，神秘得累，不过我这一身应该比他们帅。哎，我这还有个剩的，要不你带这个？不要算了，那咱出发。一阵嗡声响起，大雾逐渐散开，一幅崭新的世界映入他们的眼。周围全是地摊摆放的东西，虾人一样没见过。这里好像用来交易的不是金银，而是他们口中的灵石。走，老牛，咱去瞅瞅。姑娘，这灵药如何辨别年份？我去，这是什么造型？土匪吗？你买吗？暂时还没有灵石。那有增进修为的丹药吗？没有。那你问个对。打扰了。老牛，这修仙者做生意和凡人完全不一样，咱也要改变下思维。还有3日升仙大会就要开启了，全国10大仙门齐聚，若是进入，那可就立于跃龙门了。我等还是别想了，能进入普通仙门就不错了。10大仙门哪是我们这等资质平庸之辈能去的？也是，但是不去闯一闯，还是心中难感。那10大仙门，每座仙门在谷中心设有5道关卡，没有大智慧大毅力之辈，还是别想了。听说每年都有不少死伤，没有炼气7层，还是别去为好。谷中心10大仙门5道关卡。虾人与大黑牛又记住了要点，他们相视一笑，感觉又赚了。青阳门到了。天际间传来浩大的破空声，一艘巨舟缓缓驶来。全国10大仙门之一破空舟，天啊！我操，这才是真仙人啊！紫云宗，听说宗门里有无数绝美仙子，要是能一亲芳泽。红鳞玉鸾，也只有这等仙门才圈养得起，连灵兽都出动了，果真是财大气粗。这可比当初那修仙者在山村收徒夸张多了，这他娘的才是修仙了！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有10大仙门的修士邀请我去打杂，我会说我愿意。如果再加个期限，我希望是1万年。10大高才，各派修士站立前方，有男有女，他们负手而立，眼神凌厉，筑基期的修为向众散修压制而来。肃经，老规矩，古龄40以下者，皆有机会过5关，踏入仙门。有意向者入关，7日后闭谷。一道道低吼声响，众散修眼中发红，看向各自有意向的仙门方向，踏步而出。老牛，我们就别去了。我突然发现个赚钱的路子。他不是说规则不变吗？咱们把这些关卡的大概实力弄懂了，做成册卖给那些新来的散修。他们去到了擂台，不断记录各散修的实力，大概什么实力比较稳妥得胜。不知不觉7日一晃而过，虾人和大黑牛还在整理小册子。哎，我就不该去那紫云宗关卡，浪费了大量时间和法力，根本就不适合我。至少紫云宗的试炼最为安全，不是？想开店吧，周到有连人都没了。要是明年还不行，就去享受世俗繁华吧。一位位散修从虾人旁边而过，眼神中带着黯然与自我，甚至还有散修发疯，被宗门修士斩杀。
老牛，咱先去山脉外围。两人疯狂逃窜，谁来都不好使，而修仙界的阴暗面才刚刚拉开序幕。这位大哥一看就是天资卓绝，没猜错的话，是来参加10大仙门的招收弟子吧？可恶啊！我的优秀这么明显吧，竟然直接被看出来了。哎呦，不错哦，道友好眼力。但是大哥可能缺了一样东西，这可是至关重要哦。啊，还请道友解惑。欲要成仙，先看此册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？没错，10大仙门的关卡皆在此册，就看大哥识不识货了。我的天，竟然全是干货！道友，这可要不少灵石吧？1块下品灵石即可。不，这太不值了。啊，这身打扮不像是抠抠搜搜的人啊。我觉得至少2块。这是嫌卖便宜了啊！大哥大气，不过这是统一售价，就1块便可。不行，2块。1块。那道友是不给我面子了。好，2块就2块，大哥果然不是普通人。道友也绝非普通人，这个册子我很喜欢，就收下了。大哥慢走。那人一走，虾人瞬间瘫坐下来。刚那一瞬间，那人体内的法力之浩瀚是他的几倍。没事，老牛，咱继续。两人卖了1天的手册，收益相当可观。然而这个册子是他看了好几年的升仙大会才做出来的，如今赚了钱，两人便买了不少灵药和法术。老牛，财不外露，稳住心态。咱们现在万物精元有15点，加起来就是30，一天加速2年半的灵药生长。哎，老牛，你会算数吗？1个月是多少年？75啊！1个月1株100年灵药，我的老天爷啊！大黑牛显然吓了一跳，他们可打听过1株100年灵药大概100到200下品灵石。哎，别瞎想了，咱们还没有实力保证大量出售呢。咱们先把药匣子的3株灵药培育到100年，那些灵药种子慢慢来。因为药匣子能保存药性，还能遮挡药香，虾人并不着急。那么老牛，干活是时候修炼法术了。他们开始每日培育灵药，修炼法术与练气诀，饿了渴了就去山脉打猎，日子过得惬意无比。西门黑牛，没想到短短时间你已修炼到炼气4层，看来今日留不得你。看我御物术！怎么？看不起我啊你！力拔山兮，气盖世。咱也算是有法术傍身了。不过说一般灵兽可是修炼不了人族的功法的，老牛你可真行，啥都能练。母鸡啊，看样子你可比灵兽厉害多了，至少是完全超越了灵兽。但是不管你是什么兽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家人。明天咱们把养育的100年神会草拿去卖了。哎，听说了吗？这是修仙界最悲惨之人，没有天赋，还看不开，最终只能作画在这荒郊野岭外。不少散修见到虾人皆是一叹，不过他们倒是没有嘲弄之色，这样的人不禁让人佩服。没错，虾人这副形象早已被人记住，几乎每年升仙大会都会有虾人的身影。不过这次是来楼阁做交易的。前辈，再加1点吧，活了半辈子就捡到这么1株啊！虾人一改刚刚在外的平静，悲惨大叫。老者也是微微皱眉，看着100年神会草，心中也是犹豫不决。前辈，这株100年灵药，你看它成色，你看它品质，一点药性没失，刚捡来就送来了啊！哎，再加1点，它就是您的了。那再加10块，这药性确实不错。好。咦，这变脸速度，搁这儿跟老夫演戏呢？前辈，我再买几个药匣子，我家老牛喜欢的紧。哈哈，1块下品灵石5个，自己去拿吧。在老者惊讶的表情下，虾人一口气直接买了30个。他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子。这药匣子是用鹤灵树打造的，而宁云山脉深处，鹤灵树随处可见。卖完灵药，他们又来到一处炼丹阁。这位道友可有中意之物？这炼丹炉怎么卖？这是黄阶下品炼丹炉，只要20块下品灵石。那就要它了。不过道友，我看那些散修卖的炉子也才10块下品灵石啊。呵呵。
它们大多是不入品级的炼丹炉，损坏情况也未可知，这对成丹率和丹药品质会有很大影响。这个就叫专业。这修仙界的东西大多分为天地玄黄4个阶段，虽然有更高的，但不是他们这种普通修士能接触。哎呀，忘记买种子了，老牛走。他们开始找灵药种子，没想到竟然遇到掺假的贩子。我这明明给的是1袋的灵石，你只给我半袋的种子，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怎么，灵药种子本来就是这样的？道友是想找茬吗？男子哼笑一声，一道黄符竖立空中，瞬间消失不见。只要在这做过几年生意的都知道，一个套着黑金的傻子，不过炼气3层，除了头牛无依无靠。廖道兄，何人敢在此闹事？来人身穿相似服饰，看着像是某个修仙家族的，他们全是炼气4层，甚至有一人达到了炼气5层。怎么人多欺负人少？哦，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这个土匪傻子。道兄，此人交给我。可谷内不可动法，注意分寸。小德德。哼，傻子，跪下给我道兄磕几个头，认个错，今日这事就算过了。这些人摆明了想戏弄我，越是生活不如意之人，越是喜欢欺负更弱者，再不摆出点态度，倒是觉得我可以随意拿捏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长得跟个烂西瓜似的，也配在我面前吟吟狂吠？老虎不发猫，你真当我 Hello Kitty？ 尖牙利嘴，看老子把你嘴打烂！我廖家的金刚拳竟然被破，这人深藏不露啊！没想到这傻道友竟然有如此实力。廖家是吧？记住，你们还欠我半袋灵药种子。轰，会一些体术又如何？除了九星谷，有你好看。是吗？我尼玛，这头套的压迫感这么强！老牛撤！老牛，这次是我冲动了，若不是在意那半袋灵药种子，就不会结仇。暂时不去升仙大会了，廖家人肯定会报复。咱先提升实力，这修仙界可没那么简单。为了防止报复，他们索性避山不出，开始刻苦炼丹与修炼。几年过去，经过不断的努力，如今他们已是炼气6层，万物惊人点数也加到了19。这天，两人正打着水，不料遇到了上百号逃难的百姓。老人家，你们这是迷路了吗？少侠，我们是从丹松城逃难来的。丹松城？那可老远了啊！可是去往盘宁城。对对对。老人家，发生了何事？这山脉如此危险，你们都敢横穿？哎，如今前国动荡，乱军四起，还有匪寇作乱，丹松城的城主都被人杀了。啊！闻言，下人一惊，换作是他也会跑路。盘宁城从东南方走就到了。多谢少侠。谢谢大哥哥。人群中传来不少道谢声，还有一个小女孩脆生生的喊道：“他们眼中都燃起了希望。”老牛，我给你讲，不管是哪个世界，只要有国度，那都是烽火连天啊，百姓都得遭殃。目送难民离开，二人打好水，顺便钓了会鱼，便原路返回。可路上，他们突然感到不对劲。老牛，小心点！大黑牛像是看到了什么，那是。逐渐靠近，才看清一个女人倒在血泊之中，怀里死死抱着的正是刚才的小女孩。娘的，畜生啊，孩子都不放过！大黑牛还在拱着几人，想把他们唤醒。这里的都是老人妇孺，凶手应该还在追杀百姓。老牛，追！等等，最近发财了，居然买新车了。哪有？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大哥，这逃难到盘宁城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他们可是带着全部家当来的，干一票全是肥肉，这才是好日子啊！终于迎来了我们的天下，小弟们给我杀！山匪们举着大刀，他们身后是一片尸体，吓人越货，畅快无比。以前还有官兵围剿，如今都上战场去了，日子舒坦不少。一道道惨叫声响起，又是几位百姓无助的倒下惨死，他们眼中带着深深的不甘，死不瞑目。明明他们就快要到了。
畜生，寿司！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去，大哥，怎么有点不对劲啊？不好！情是什么就被斩杀了。老牛，有些事并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如果虾仁不指路的话，或许难民就不会遇到土匪。可哪有那么多如果？这个世道，这个环境，我们决定不了，也没能力改变。咱们唯一能决定的就是我们自己，但求问心无愧。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发生，看开一点。走吧，咱回去修炼。经历这一事，他们发现逃难的人越来越多，就连山洞口也会有人路过。似乎外面越来越乱，一人一牛与世无争。历经2年的修炼，已经突破炼气7层，万物精元也点到了20。而今年的钱国似乎更加动荡了。爹，宿主已可加点。老牛，今年咱们可以试试法力了。来吧，本座准备好飞升了。一股热流涌动体内，虾仁与大黑牛越来越紧张，双眼微合，连忙感受体内法力。啊，没了，没啥感觉呀，还是炼气7层。那明年再看看吧，先干活去。2月后，虾仁与大黑牛正在用火球术烘干衣物，虾仁的火球术突然变大，浓烟滚滚。卧槽，什么情况？我用的是火球术啊！老牛，快收，救火去！咱这是放火烧山啊！大黑牛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杰作，一下被虾仁拉走，还未反应过来，1个时辰后，大火终于扑灭。老牛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这法力不是我们体内的法力，而是咱法术的加成。哎呦，真是不得了，关键对法力的消耗也小。老牛，你让开点，我试试单火。好精纯！一道小火苗缓缓出现在虾仁手掌，他不断控制体内法力增强，这道火苗越来越大。果然如此，长此以往，我可对丹火掌控入微。老牛，咱要重新修炼法力了，因为我不想再剩个裤衩子，懂了吗？后面的日子里，他们不断适应体内法力，终于找到了窍门，即可收放自如。5年时间晃眼而过，钱国边关迎来大战，5国雄心勃勃，大军压境，甚至2国仙门也要插手。凌云山脉外围，一个戴着悍匪头套的人正牵着一头大黑牛，缓缓向山脉深处走去。动手！老牛，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不太平，宁云山脉鱼龙混杂，咱们也要准备离开了。一人一牛继续前行，这5年的长生点全加在了法力上。随着大量的丹药入口，他们如今已经突破炼气70层。哎，居然是你！你是？快10年了，没想到你又来了。我记得你的头套和牛。虾仁若有所思，这是刚来升仙大会那会，那个卖灵药的小女孩。虽然第1次没钱被打发走了，但后面有了钱，虾仁还是去过几次。呵呵，是你啊！这不是升仙大会要开始了吗？你不卖灵药了？修仙资质有限，准备回家了。家族准备了一门亲事。那恭喜呀，关姑娘面相是有福之人，今后定是万事顺意。那就借道有吉言了。少妇微微点头，深深看了一眼升仙大会的方向。那也借道有许中仙，万事胜意。3天后，10大仙门的人莅临，无数喧哗声响起。虾仁与大黑牛默默看着高台。紫云宗第1关傀儡兽躲过他们的攻击，便算过关。老牛闯关，竟是炼气7层的散修。那开始吧。话音刚过，傀儡闪过红光，朝虾仁进攻而来，不畏生死。此人好强，紫云宗的傀儡竟然被他一手解决了。要知道，这种傀儡可价值不菲。银师姐，这位散修有些过分了吧？那可是宗门财产。有趣，我倒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资质。第2关测骨灵与资质，道友随我来。虾仁带着大黑牛进入一处大殿之中，大殿内中心有一阵法，他直接踏入。骨灵20，资质5系杂灵根。可惜了，不过在散修中也算得上一位人物。紫云宗最重资质，这一关就没戏。不过目的已经达到，可以撤了。看来是没戏了，老牛走吧。虾仁看似沮丧，云师姐只是深深看了一眼，没有阻拦。然而出到门外，虾仁却在默念着什么。1步，2步，道友请留步。
我乃知扬州五运宗弟子尹俊。原来是五运宗弟子，久仰久仰。方才观道友战力勇猛，却又受资质所限，难免惋惜。不知道友有意加入五运宗吗？道友如何证明自己是五运宗弟子？我其实已观察许久，一些宗门为何总是要那些战力较强的散修，而不关心资质？还请道友如实告知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可以带着我家祖传的大黑牛吗？这人咋了？是童年有过什么巨大阴影吗？这是五运宗弟子令牌，请道友过目。此令牌若是激发，可使方圆百里的五运宗弟子感应支援。那你激发试试。道友还请不要介意，散修出身比不得你们大宗弟子。尹俊微微无语，要不是招一个合格弟子能有好处，他才不会费如此多的口舌。辟谷之时自会激发，到时道友自可一辨真假。好。至于为何招收战力较强却资质不佳的散修，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。在前国有一秘境，名为南斗山，里面有无数灵药，其中以筑基丹的灵药最为之珍贵。秘境每20年便会开启一次，届时竞争会很惨烈。这是要让他们去做炮灰啊！原来如此。不过您这头牛，宗门只收灵兽，那再好不过，老牛。竟是炼气2层，那便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愿入五运宗。这是令牌，辟谷之日，师叔会激发令牌，道友到时自会知道在哪相会。多谢，那就先告辞了。离开了九星谷，他们又去看望了孙老、名师和师娘。临别之际，虾仁感觉仿佛有双手从背后推了一下。没事，我们走吧。不过在离开前，之前的恩怨也该了结了。等等，坐我车去。你又换车了？哪有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了10万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错过了。敢惹我们廖家，这就是下场。道兄，那个套头的傻子，我在升仙大会见着了，没想到他还敢出来。躲了这么久，这次定让他插翅难逃。听说你们在找我，这一人一牛何时出现的？为何丝毫没有察觉？小子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太慢了。筑基期前辈吗？别杀我！我半带灵药种子呢。在这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您，还请放我一马。马没有，我给你放头牛吧。老牛交给你了。不要啊！恩怨已了，该走了。敖长老，还有几人没来？无妨，今年的弟子倒是不错，听说有几位骨龄相当之小的散修。有一位骨龄20，已到那炼气7层之境，一手破了紫云宗10个傀儡兽，还带有一头炼气2层的灵兽，就是他那修仙资质是杂灵根。哦，竟然还有如此之人，恐怕去了其他仙门，就轮不到我五运宗了。敖古连连点头，眼中很是满意。这样的人绝对是南斗山秘境的主力。来了，虾道友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五运宗外门长老敖长老。敖长老，此人就是刚才说的那人。见过敖前辈，来迟一些，还望恕罪。无妨，懂礼数的后辈不多见，咱们出发吧。在敖古的带领下，众人陆续登上非洲。一道巨响声传来，非洲缓缓升空。这位道友在下姬坤，今后就是同门师兄弟了，前来叨扰，还望道友不要介意。我名虾仁，原来是姬师兄，久仰，这是我家祖传大黑牛，炼气2层。哦，竟是灵兽，牛师弟好。不知虾师弟欲加入哪殿？五运宗体系庞大，派系众多，但是宗门法度可以写错，咱们人生的路不能选错啊。哟，这一看就是宗里有人啊！难道姬师兄有些内部消息？我对五运宗完全没有了解。虾师弟想多了，就是像邀请我的五运宗弟子打探了一下，不值一提。不过像我们这样的外门弟子，没有背景，加入外门执事殿才是最好选择。
虽然会执行一些危险任务，但是贡献颇高，可以换到不少宝物，还能增强实战经验，快速提升修为。好家伙，讲这么多，原来是想拉我入伙。好，姬师兄所言，我定会考虑。若要加入外门执事殿，我第一个来找你。好，那便不打扰陈师弟、牛师弟了。外门执事殿可能需要执行危险任务，这和虾仁理念相冲，虾仁并不打算加入。1月后，一行人终于抵达五蕴宗。这段时间里，虾仁也已经打听到了自己最想去的地方。师叔，我想管理药园。可这是药园的禁制玉佩，小子，我可提醒你，药园可不好管理。师叔放心，我家就是种植灵药的。哟，好，那就依你，每年到这来上交灵药即可。谢师叔。这头小牛倒是不错，充满灵性。师叔，这是我家祖传的。小子，快去吧，乱想什么呢？老者似乎精神了一些，这弟子的眼神搞得他像要抢这头炼气2层的灵兽似的。嘿嘿，那晚辈不打扰师叔了。来到药园，远处有一座茅草屋，屋外一个头发蓬松的老头看着虾仁，如同看见了爹一般。我爹，你终于来了。来了。炼气9层的修为，明明是高手，咋成了这副模样？不会走火入魔了吧？10年了，终于有人来了，哈哈哈！苍天有眼呐！师弟啊，我去述职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呵呵，真是身在福中不。没人愿意待的药园，虾仁偏偏往里进，别人完不成的宗门任务，虾仁1年内却超标完成。师叔，我来上交灵药了。好。哇！一株不多，一株不少。你是第一个才入宗就进药园，还可第1年如数交上灵药的弟子。师叔过奖，灵药种多了，有些心得在身。相当不错。这是你今年的贡献值，它是你的了。虾仁大喜，接过八卦牌，死死捏在手里。谢师叔。滴血认主即可，去吧。是。虾仁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连忙滴血认主，一看贡献值竟然有200。五虎老牛，咱发了啊！走去宗门贡献店，今天我们要疯狂消费。黑店啊！大黑牛也是傻眼了，不到一会功夫，他们的贡献值已被清空。仙剑一柄50贡献值，黄阶下品；炼丹炉100贡献值，黄阶中品；辟谷丹丹方也要50贡献值。咱贡献值就这么没了啊！真黑店啊！老牛回谷种田去，我就不信还收拾不了一个贡献店。叫什么叫？天外不许喧哗！今年的宗门大比又要开始了，听说白石大师兄出关了。天哪，这可是咱们外门弟子的顶梁柱啊！大师兄曾被宗主夸赞有筑基之资呢。若是今年夺魁，4年后的南山之行，听说可以直接赏赐1枚筑基丹呢。多亏咱们外门弟子还是别想了，早被内门弟子包揽了。不过咱们也可以去混混贡献值嘛，增强实力。这参加宗门大比有多少贡献值啊？你是鬼啊，走路没声的啊？怎么一副老农样？这位师弟是才入宗吧？对，还请师兄解惑。都是同门师兄弟。那可不嘛，都是兄弟。师弟有所不知，宗门大比只可炼气7弟子参加，若是序列进入了前500，就可得到500贡献值。若是序列进入了前100，就可得到1000贡献值，还有被长老收入门下的可能。若是序列进入前10，可得到2000贡献值，直接升入内门弟子，还可自行选择师傅。若是进了前3，那可不得了，不仅有各种法器奖励，还有咱们一些不知道的东西在内。几人露出一丝微笑，眼中也不由得露出向往。若能进入前100，那可就飞黄腾达了。多少人会参加啊？虾仁心中有些嫉妒。一般来说，3万人左右。这么多？艾玛，前世考试1000人，我也没拿过前500啊。当然，不仅有不少内门弟子参与，还有那些长老的后人也在内。他们那些人啊，咱比不了。不仅有黄阶上品法器，还有各种法术傍身。那还比毛啊？太不公平了。宗门自会为我等考虑，内门弟子也有自己的比武，他们只参加序列前100的竞争。那也不行，这还不是这些内门弟子自娱自乐吗？那师弟可就想错了，咱们外门弟子也是人才辈出啊，就如白石大师兄，炼气10层，水与争锋。几人牛逼的说道，好像白石大师兄就是他们自己似的。呵呵，也是，那就不叨扰各位师兄弟了。3日之后，1年1度的宗门大比正式开始。五蕴宗主峰神光乍现，一道洪亮的钟声响彻各处。
见过诸位长老，见过宗主。哈哈哈，后生可畏！五运宗宗门大比正式开始。宗主游园化微微带笑，衣袍无风自动，那浑厚的声音传遍四。宗门大比，生死有命，若是登台不敌，可认输。开始。话音一落，无数报名弟子的手中符箓响起一阵微光，对手完全随机，第一战完全就是靠运气。而某处擂台上，两位青衣弟子相对，其中一人冒出冷汗，心中一颤。怎么遇见他了？白氏大师兄还望赐教。此人练气8层，实力有限，但是也有一战之力。虽对战白氏，但也不能被人看扁。若是输了，师弟也不必气馁，来年还有机会。白氏带着亲和的微笑，浑身自带一股温和的气质，再配上那道笑般的面庞，真是完美。无数女师妹为之沉醉。哎呦我去，这长得俊俏还有实力，在哪个世界都受欢迎啊！老牛咱就不去了，今年先看看情况，总得先了解序列前500是个什么水平吧。擂台上，白氏目光突然变得凌厉，一道御风术加持脚下，往台上猛然一抛，擂台上传来一股震动，手中缓缓出现一柄细剑。而对面那人也不慢，手中一道符箓激发，擂台上几道白光闪过，忽然出现在白氏脚下。第4符，师弟还真是破费。白氏的剑气伴随着法力一剑劈出。什么？弟子深吸一口气，一咬牙，接住了这道剑气，被震得退后，眼神里满是不甘。聚力符。切！飞剑应声而出，却在那弟子前生生停了下来。金刚符，有意思。卧槽，别人斗法是斗法力，这人是斗灵石啊！那是老虎不能，白氏也不跟此人硬碰，不断用身法躲避。等那巨力符过了效果后，那弟子一下疲软。此战毫无意外的白氏胜。一处擂台边同样围满了不少男弟子，他们在旁不断助威呐喊。只见擂台上有一位女子，她满脸清冷，身姿妙曼，一手长剑不断闪过寒芒。歌声师姐，歌声师姐，这剑舞的跟女主播跳舞似的，还挺好看。第5日，内门弟子正式参战，虾仁和大黑牛也加入了呐喊助威大军中。外门弟子舍我其谁，白氏大师兄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这位师弟勾双师姐难道就不是咱们外门弟子了吗？笑话！加油加油！牛比！随着虾仁的呐喊，无数尖笑破空声传来，整个决战持续了2天半。白氏与歌双也最终止步赶强，众外门弟子也是一叹，那些内门弟子的底蕴真不是外门弟子能比的。观赛完五运宗大比，虾仁对众弟子的实力也有了些了解，并打算明年参加，也混点贡献值。回到药谷，虾仁便捣鼓起了御剑术。至于培育灵药，虾仁一点也不担心，培育灵药老牛可是专业的。1个月后，虾仁的御剑术终于小有所成。御剑乘风去，逍遥天地间。几？嘿嘿，老牛，快上车！啊，不对，快上剑！大黑牛站了起来，神色紧张，他趴在虾仁背后，2只牛蹄抓紧了他的肩膀。老牛，抓紧了！起飞！我擦，仙剑呢？我的剑呢？哎呀，咱给忘了，咱法术是经过加成的，有些不一样。无妨，慢慢适应吧，咱先去把仙剑找回来。又是1月而过，虾仁已经完全掌握御剑窍门。又是一个清晨，又是同样的位置。御剑乘风去，逍遥天地间。几？老牛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快上剑！给我起飞！猛烈的劲风刮过，仙剑终于腾空，无边的狂风刮在虾仁脸上，离地面越来越远，心脏都快要跳到嗓子眼。老牛，老牛，我尼玛！虾仁大惊，这老牛竟然晕了过去。他一只手连忙扶住大黑牛，将仙剑停在半空中，眼睛都有些睁不开。大黑牛也醒了过来，看向地面，双腿发软。没事，老牛，仙剑可是牢牢粘在我们脚下的，上次只是意外。那咱继续。因为风大，眼睛睁不开。接下来的飞行，虾仁都开了法力罩。不行，开着法力罩有些不得劲呢，没有那种兜风的感觉。虾仁心中不由升起一个主意，老牛，我先忙去了，顺便找找材料。时光匆匆，又是1月，药谷内洞府内传出一阵怪笑声。我成了，我成了！老牛，兜风去！大黑牛眼中震惊，这是什么造型呢？难道虾仁打造出了什么法器？大黑牛连忙跑上前去询问这个是什么。虾仁的眼睛变得好大呀！老牛，咱们要感受大自然，感受真正兜风的快感，弄个法力护罩有什么屁用啊？虾仁大笑，连忙给大黑牛也戴上，这可是为他量身打造的。有了这个，咱们就不怕风杀进眼睛了。
空军1号准备就绪，老牛上舰。黄风刮在他们脸上，却再也进不到眼睛中。大黑牛戴着护目镜，趴在虾仁身后，那种感觉是自由。他们向着落日前进，远处的地面有野兽跑动，也有低空的弟子御剑而行，但是速度却比虾仁差远了。可能这就是法拉利与电动车的对比吧。这位师兄好坏！黄蜂呼啸而过，大黑牛咧开了嘴，看着这些被远远甩在身后的御剑弟子，真是地狱。老牛看见没？什么叫修仙？什么叫生活？岁月轮转，1年1度的宗门大比又来了。虾仁带着大黑牛一起报了名，他的对手是一位炼气8层弟子，名叫张松。这位师兄还请手下留情，我才刚突破炼气8层。自然，宗门大比点到为止，不会伤到师弟性命。话音刚落，一道道冰锥向虾仁射来。那大黑牛不过炼气3层，他的目标则是他主人。擒贼先擒王。倒是小看了此子，镇奇护。我骑呢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刚发生了什么？师兄承让了。师弟当真是好快的速度。好巧了，若是没有擂台限制，师弟哪是师兄对手？呵呵，师弟谦虚了。第2轮对战一个叫刘桃的冷面弟子，而他竟然是炼气7、9层修为。师弟若是认输，现在还来得及，也免受皮肉之苦。还请师兄赐教。哼，不识抬举。刘桃大手一招，一个黑色巨环出现，直奔虾仁而来。师弟若是坚持不住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他手抬起一挥，巨环响起光，又变得更大了一拳。不愧是炼气9层的师兄，一拳轰出，狠狠砸在巨环之上。就在此时，变故忽生，巨环被这一拳砸得金光都暗淡不少。刘桃面色大变，眼中露出强烈至极的震惊。虽然在外人看来法器好像没事，但是他却清楚地听见那内部的震荡声。火球术，雕虫小技，炎火术。卧槽，比我大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，知道厉害了吧？师兄承让。嘿嘿嘿嘿，无妨，来年再来切磋。好，接下来的比赛，虾仁和大黑牛用同样的手法拿下。序列478，500贡献，老牛稳了，2天时间比咱干2年还多。看着受伤的虾仁，大黑牛满脸心疼。没事，老牛，这算啥？咱在盘宁城的时候，谁又过得容易？不都是夹缝中生存吗？嘿嘿，老牛放心，其实这都是我故意没躲的，他们哪能真伤到我？宗门大比结束，虾仁和大黑牛来到宗门大殿，参赛用的黄符没有被宗门收取，说是留给弟子做纪念。不过在这里却遇到了一位时隔2年半没见的故人，虾师弟。没想到真是你，鸡师兄。虾仁有些感慨，哪怕是在同一个宗门，偶然相遇也用了整整2年半。季坤面庞变得坚毅了些，不过还是那瘦猴样。虾师弟没有去外门执事吗？我去管理药园了，我家以前就是干这个的。哎呀，虾师弟，别怪我说丧气话，教园并不是一个好地方，他们都称它为失去理想之地。说到这，季坤有些恨铁不成钢，劝解道：“那里都是一些宗门老人，自觉此生无法筑基才去的，咱们还有大好时光，不可懈怠啊！”姬师兄好意，我心领了，但我实在不喜欢打打杀杀。虾老弟，你有所不知，你知道宗门内的弟子是如何看待我们散修弟子吗？这个确实不知。虾仁不解，他感觉这些师兄师妹们挺好，也没遭受过歧视。可是姬坤不一样，他所在的外门执事那里派系多，勾心斗角不断。他们说我们是垫脚石，就连筑基长老也不待见我们啊！姬师兄，这是何意？还有3年，南斗山秘境开启，但是去的大部分都是散修。这我知道，不然咱们哪有机会入宗啊？虾师弟可知，每20年能去多少人，又能活多少人？700，但是回来却不到上百人。若是没采摘到筑基灵药，什么也得不到啊！这么黑？他早已知道散修是去做炮灰的，但没想到黑到这种程度。
当然，我们可是被10大仙门筛选剩下的散修。别看表面看起来一视同仁，但哪位长老又真看得上我们？姬坤眼色黯然，这2年已经破灭了许多幻想，人变得更加阴沉不少。那些有筑基之资的散修，早已被10大仙门接走，而他若想要筑基，唯有踏上那条血路。姬师兄之意是要去南斗山秘境。没错，我如今贡献已够，准备闭关苦修。若是突破炼气9层，活下来的几率也就大一些。虾人皱眉，看着如今还是炼气8层的姬坤，姬师兄可以等下一个20年啊！你还如此年轻，先提升实力也可。不行的，23年后我气血衰败，实力大降，还拿什么争？此话让虾人心中一震。是啊，炼气期也不过100年，转瞬即逝，修仙者又有多少个20年？虾师弟，今日倒是艳阳普照，是个告别的好日子呢。姬坤平和一笑，他很喜欢虾人，感觉他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，相处起来一直都很轻松。姬师兄，你等一下，这虫羽丹是我在九仙谷买的，还剩2颗，你拿着。竟然是虫羽丹，这可是炼气期的宝丹，太昂贵了。虾师弟，我并未有什么目的，还请收回去。拿着吧，你比我更需要它。我们现在药园管理的不错，每年都有不少贡献。盛情难却，但我只收下1颗虫羽丹，其他的你收回去吧。好。虾师弟、牛师弟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保重。姬坤拱手，又看向大黑牛，后者连忙4脚站立了起来，响起一声哞哞叫，看着他的背影远去，是那样孤独而又坚毅。姬师兄一定会筑基的，老牛，你说是不是？白驹过隙，时光荏苒，转眼间几十3年匆匆而过。虾人在宗门大比崭露头角，获取贡献无数，不少观战弟子入夜之时都做起了噩梦，被子里全是草帽。老牛，整整3000贡献值。老牛既激动又心疼，这些贡献值大部分都是靠虾人的满身伤痕换来的。想啥呢？老牛，咱们换筑基丹方去。启禀师叔，弟子是来换取筑基丹方的。炼气8层弟子，贡献值确实有3000。丹方是为筑基期修士准备的，你拿来又有何用？宗门内更是没有筑基灵药兑换。这筑基丹方其实就是宗门随意挂着的，给那些炼气期弟子一个念想，巧妇可难为无米之炊。另外，炼气期也无法炼制筑基丹，你最好给我一个理由。给自己一个安慰。南斗山之行，弟子欲去。不行，那你更不能拿贡献换这等无用之物。师叔有所不知，我本是一介散修，此物是弟子的执念，看见它就像看见了，筑基就在眼前。可慎重考虑吧，半年后的南斗山之行并不会轻松。这个僵尸一样的师叔，没想到竟是面冷心热之人，弟子绝不后悔。天红果、月令果、西藏花、冰渊草、寒灵草，筑基丹一共27味辅药，3味主药地破藤、杨参莲、楠木叶。是啊，没见过，只有几株灵药听说过。大黑牛也伸着牛头仔细观看，但是里面的灵药，他们药谷一个都没有。要是真耗费100年筑基，五蕴宗恐怕也没我们容身之处了。老牛，半年后的南斗山秘境，我们得去。一人一牛眼神中荡起一丝杀气，看来这次是真要动真格。为了自制灵药，虾人和大黑牛勇闯南斗山秘境，结果刚入刺激战场，虾人和大黑牛就穿上了吉利服。南斗山之行，机会来者。此行有围山围峰之态，乃是金丹前期修士，也是宗门对诸位弟子的重视。还望诸位弟子扬我五蕴宗者，谨遵宗主令允，见过为公主。众弟子免礼。这是天涯雕，筑基中期修为，不必担心。都上来！老牛，上剑，咱飞上去！就在这时，异变初起，那青牙雕竟然转过头来看了大黑牛一眼，眼中竟还带着戏谑，像是看猎物一般。大黑牛怒了，要不是虾人拉着他，一蹄子就上去了。老牛，别激动，给我一个面子，他能活得过你吗？哼！到时候把他蛋给偷了，哭死他！出发！老牛，咱们这次是真要去见大场面了。咱们一定要小心，里面的妖兽与灵兽，他们对人并不友好。南斗山灵气被压制，这些妖兽与灵兽无法禁止筑基期，脾气变得异常暴躁，见人就杀。这也是他听宗里老人说的。这些妖兽与灵兽甚至超越了炼气10层的实力，介于筑基期之间。这便是我五蕴宗驻地，不可乱跑。为峰主威武！虾师弟，是你吗？
我和老牛来看看，找找机会。我觉得鸡师兄当初说的很对，还请鸡师兄放心，我和老牛一定不会拖你们后腿。虾师弟，你想哪去了？坐视不敌，能跑就跑，性命最重要。谢鸡师兄关心，我和老牛绝不硬碰。无法，10大仙门正在破开南斗山禁制，开启传送阵。抓紧时间，传送阵只持续半日。是。虾师弟，这传送相当随机，最多3人一组。我那日不知道你。鸡师兄不必担忧我们，我知道你有组了，所以也没有来打扰你。鸡冠神色难看，他想将虾仁与大黑牛带在身旁，若是有事也能拉他们一把。鸡师兄，你若是把我虾仁当朋友，就放心的去，我和老牛一定会活着出来。好诡异的地方，老牛，南斗山秘境持续半年，咱们不急，先观察观察。虾仁缩了缩脑袋，从怀中摸出了久违的悍匪头套，他缓缓戴上，那感觉，那气质，完全就不一样了。有，戴上。日月轮转，在各宗弟子努力寻找灵药的时候，这一人一牛竟然蹲坐在树上静静待了一天，一动不动。老牛，看样子这里应该没事，我们做衣服去。看着吧，当初我在王大神那里学了一套。半日后，大功告成，虾仁看着无数枯叶做成的吉利服，眼中满意无比。大黑牛大惊，虾仁此时趴在地上，怎么感觉像是隐形了，根本看不见他。老牛，别急，你也有。嘿嘿，老牛，行动！他们不断前行，在路上竟然看到了灵药，前方是一处大湖，波光粼粼，周围灵药丛生，灵气扑鼻。冰原草、寒灵草还真有。大黑牛伸出牛蹄提醒虾仁，这湖中定有危险。老牛，你再教我做事，这不废话吗？愣头青才去呢。就在这时，几道破空声从另一处丛里响起，是一个3人小队，看不出是哪宗弟子。老牛，你看，还真有愣头青。大黑牛也是点头，这些人感觉还不如他。不过等了半天，发现剧情好像不对，等那3人采摘完，湖里都没有动静，而是来了另一队人马。我去，老六、老牛，你看见没？这危险竟然不是妖兽，反而是人。大黑牛不解，这湖边还那么多灵药，干嘛去冒险抢别人的？这就是人心险恶，咱们当初也不是莫名其妙被那3个人阴了吗？突然异变突起，一道红影快速窜出，像是一只红皮狮子，嘴上带着长长的獠牙，尖锐无比。炼气10层的妖兽有些强势啊！大黑牛跃跃欲试，眼中闪过战意。那红皮狮子不依不饶，追着摘取灵药的弟子不断施法，他们只得无奈放弃灵药，连忙向远处遁走。好机会，老牛，我拿几株灵药，他就交给你了。大黑牛猛地用力将红皮狮子抡起来，往地面狠狠一砸。红皮狮子面色痛苦，眼中出现强烈骇然，内心咯噔一声，感觉自己脑浆都要被砸出来。嘿嘿，冰原草、寒灵草都是我的了，老牛准备走了。老牛，你可真行！哎，真惨！兄弟，你好好养伤吧，要是遇见别人，可就把你扒皮练骨了。要不是吃了辟谷丹，他们在这里也不敢生烟火，早就开席了。他们把红皮狮子扔到了一处隐蔽地方，自生自灭吧，老牛，溜了。他们走了，但这给这红皮狮子留下了一辈子的巨大阴影，在日后看见一团枯叶就匍匐痛哭，开始回忆起这一辈子做错的事。老牛，别傻呆地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乱推的草，断前了草。老牛，你看看地图，咱们刚才那个湖是这吗？虾仁也是犯了难，这南斗山太大，根本分不清方向。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那里跑！忽然一阵打斗声响起，好巧不巧，正好在他们树下是一伙男人和一伙女人，而此时这3个男的竟然被女人给包围了。是10大仙门的弟子，丹鼎宗和紫云宗。各位师弟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师姐，我们愿意将灵药交出，放了我们吧。那怎么成呢？周围有人。溪谷鸟，一种探查类灵兽，此时发出警报，却找不到人，竟然连溪谷鸟都探查不出来。道友莫再躲藏，我们已经发现你了。发现我还问，真当我3岁小孩呢？见没动静，领头女子皱眉，矛头立即转向3男子。迟则生变，速战速决。师弟们拼了！
保持警惕。竟然就躲在我们上面，却毫无所觉。这鸟咋这么烦呢？就你们10大仙门弟子，花样多是吧？练气8层也敢在这装神弄鬼，识相点把老子的鸟给放了。放肆！老牛！老牛，你可别膨胀，咱们能打得过几人？能打得过成百上千修士吗？大黑牛认真应道，他确实有点膨胀，连忙自我检讨。打扫完战场，他们便快速逃离。果然有地图，10大宗门的地图就是好，比咱那地图好多了。这标记的大红点应该就是3大筑基主位灵药。哦，那些10大仙门的弟子应该都在往这3处赶，他们肯定比我们快。咱们先别去第1梯队抢，那里肯定争夺惨烈。我们先把抚慰灵药凑齐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咱们的隐藏手段也太少了些，他们竟然带着探查型的灵兽，这样的人可能还不少。呵呵，老牛别怕，我岂能没有后手？敛息诀，当初9星谷5块下品灵石买的。哦，修炼吧。半月之后，他们伪装成了草堆，来到一条长河边，运行起敛息诀，一动不动。老牛看到没？西杖花。咱们悄悄去，拿了就跑。杜师兄，那便是西杖花。不可大意，这些奇花异草皆有诡异手段，若是靠得太近，他们就会立马攻击。你去试试。我快去，魔击什么呢？原来如此，清理这些地面藤蔓，无需担忧，不要近战。杜师兄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弱点，一道道锋刃急速射出，那些藤蔓一条条斩断。呵呵，小小西杖花，拿下。哼，那个小宗门的弟子也敢觊觎西杖花？异兽宗，哼，南斗山秘境个凭本事，诸位在这还要论资排辈不成？这南斗山本就是我是大仙门之地，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3息时间，要么滚，要么死。那看来是要领教诸位高招了。找死！什么东西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花你！老牛，这就叫智取。不过这修仙界危险无处不在啊，连个植物也杀人，真是长见识了。接下来去寒烟谷，有2株筑基抚慰灵药。此时谷内打斗声不断，不过却有个老六在偷花。嘿嘿，到手了！大宗弟子真蠢，还不是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什么东西？嘿嘿，兄弟笑纳了。他没想到有人比他还老六。每隔20年，废弃的古殿门前就会出现无数个中微点，只因古殿内有炼制筑基丹的主位灵药阳生莲，而想要得到它，不仅要进入每隔20年还会开启一次的南斗山，还要仔细古殿。虾仁不眨眼的灵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想要阳生莲的人很，以至于很多修士阳生莲还没见到，就已经成了中微子。奶奶的，老牛，这情况咱们可不好，浑水摸鱼啊！是啊，10大仙门的弟子都在，完全就是一条血路。老牛，挖地道吧，直接给他挖到古殿下面去。你可真是个人才。嘿嘿，我踩下点，算算距离。老牛，开搞能成？得嘞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第一次感觉刨土好累。是啊，感觉有点挖不动了，我去测测距离。虾仁从储物袋拿出仙剑，御剑而起。作为9年义务教育的受益者，用时间乘以速度测算距离，问题暂时不是很大。根据勾股定理，没算错的话，应该就是上面了。老牛，开轰！看我金刚钻！真硬啊！这地面连我们都砸了半个时辰，是妖兽被我们这样轰，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那就是阳生莲。老牛，拿2株就可以了，绝种损功德。我是那样的牛吗？快撤！虾仁拉着大黑牛直接跑，大黑牛还不忘将之前挖地道的土重新填了回去。
大爷的！要不是怕外面那一大群修士，我好歹得收拾那妖兽一下。累死牛了，我要好好睡一觉。虾仁与大黑牛此时正靠在树上休息，突然他们耳朵都动了动，好多人的脚步声。站住！若是再逃，他可就活不了了。你难道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师妹死去吗？鸡师兄，对不起。那好像是我坤哥。好家伙，还真是！金雷门，你们枉为10大仙门之一，竟然使出如此下作的手段！修仙界弱肉强食，强者为尊，小宗门就是小宗门，连这个道理都不懂。这些人都是炼气十常，我根本不是对手。灵药我可以教，你们先放人。少废话，将杨参年交出来！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抢东西！交人！鸡师兄，你不要管我。放人，不然你们什么也都不到。说着，坤哥立即运行法力，想要摧毁杨生莲，威胁我们。哼，你有几条命？雷鸣天成，见这九霄。就在这时，惊变大起，一道身影瞬间弹出，一时间一道火墙升起，将姬坤与惊雷门的所有人隔开。师妹也被抛了过来。师兄，师妹。姬坤一下接住了他，师妹不断在他怀里痛哭，但是姬坤已经没有精力去欣赏这道风情。火海的另一边，他已经完全看不清。姬坤眼中带着强烈震撼，待火墙消失，除了那裂开的地面，再找不到任何一丝斗法的痕迹，连尸体都没有。秒杀10大仙门的弟子竟然被秒杀，炼气期竟然有如此逆天的强者，到底是谁？师兄，他们是？不认识。可他们好像救了我们。这等逆天强者，我们怎么可能认识？不要心存侥幸，这次只是我们运气好。这10大仙门的弟子真是一群屌毛啊！见谁都是一副我是你爹的样子。是啊，还是咱们五运宗好。还好没去10大仙门，咱们可是杂灵根老牛宗门暴力，听说过吗？啥？不断被嘲讽，然后我们去打脸，又被嘲讽，无休止下去，连条狗都要冲我们叫几声。这种情况，那不成了大冤种了吗？傻子才去干这种事呢。而且还会因为我们太强，不断结仇，不断有阴谋诡计而来。你说咱们这长生是不是全浪费在这些无意义的东西上面了？又误了，还得是我瞎哥。嘿嘿，这挖地道也是累的嘞。老牛，咱们先休息几天再说。空军1号，准备就绪。地破塔生长在泽畔古殿中，但是却是公认的最难获灵药之一。只因大殿在一处湖中央，此湖名为西苗湖，湖中充斥着庚金之力。若要登上泽畔殿，就必须要能破除此力。而且泽畔殿中还有灵兽属，可谓是不敌杀机。为了得到地破塔，2个老六已经在此处苟着观察了半月。期间，他们看到不少修士因为庚金之力而死，就算侥幸躲过第一关，结果等待他们的也是被护殿灵兽撕得粉碎。老牛有把握吗？这西元湖煞气虽重，却有一处极大破绽。没错，只要飞行高度与速度足够，便可完美避过庚金之气。娘的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！老牛，跟我来。他们来到一处悬崖边，一柄仙剑缓缓悬停在悬崖边缘。老牛，这次真是速度与激情，咱们的未来就掌握在你手中。空军1号，准备就绪。急速的破空声化成了一道凄厉的尖笑声，一柄仙剑承载着一人一女，向着泽畔殿中俯冲而去。那颤动的心跳声似乎就在耳边，一道剑光划破天穹，不断向着泽畔殿冲刺，速度之快，震撼人心。快看，竟然有人在此刻御剑而行！好快的速度！什么人？什么？庚金之气竟然被夺过去了！随着众人疾呼，剑光直击大殿，大殿天灵盖瞬间飞起，也是瞬息时间，地破天散发的灵光伴随着那道金光赫然冲出。先杀了我的地破堂！哈哈哈！好打，报上名来。无胆鼠辈，你们跑你娘呢！给我停下！不好意思，速度快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仙剑降低高度，冲入深山老林中，再也消失不见。今日之后，他们也多了一个外号——新元湖剑神，但是依旧查无此人，就连那柄仙剑也是烂大街头，根本无从查起，如同人间蒸发。真是太刺激了，他们只能吃咱的尾气。刺激是刺激，但也忒耗法力了。老牛，快多拿几块下品灵石给我补充。
夏哥辛苦了。这会儿虾仁是真虚了，体内一丝法力都没有了。就这样缓了5天，他们来到了秘境外围。修炼筑基丹的灵药都凑齐了，秘境中心太危险，接下就在外围待着吧。都听夏哥的，这储物袋可就交给你了，里面可有着筑基丹的全部灵药，包在我身上。到时候我们回去慢慢培育，一定要稳，至少2年左右再开始，咱们不缺时间。明白。这个储物袋就上交给宗门了，里面放着3株主位灵药与10几株其他灵药。都要给宗门吗？听说他们10大仙门只用上交70%。老牛，咱们是炮灰兼打手呀，哪有那些10大仙门的弟子金贵？不过也不要对宗门心存怨念，这是我们自己选的，怨不得任何人。确实，没有五蕴宗，咱们连来的机会都没有。不想那些了，此行真是满载而归，咱们就在这等待传送吧。老牛来，我们做今后的计划，忙着呢，咱可不能摆烂。虾仁拍了拍大黑牛，是啊，就算长生又如何？摆烂、咸鱼，对生活失去信心，还是感受天下疾苦？不存在的。长生者很忙，也有理想与追求。历经南斗山之行，大黑牛现在突然想学好多东西，不管是虾仁的吉利符，还是他们的挖矿打洞，还有御剑飞行那天秀的操作，都是常年积累的经验与狠活，不过是运用到了实战之中。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，也过得很充实。老牛走了，回家。虾仁死死抱着大黑牛，一道道光柱锁定各方，笼罩住了虾仁与大黑牛。他们面色微微痛苦，一股空间拉扯之力传来，转眼间消失在了此处。南斗山之行也至此彻底结束。南斗山之行，各位辛苦了。维山看着众人，心中不由感慨：来时5只青牙雕坐满了人，如今好像1只就足够了。将灵药放到身前即可。本座自会记录，宗门只要灵药，其余东西皆是自己所有。如果没有神秘的相救，我还能坐在这里吗？若是采摘到3味筑基主味灵药，除了贡献值，宗门下一炉筑基丹会额外留你们1颗。规矩你们想必知道，这个本座也可以担保。说罢，众人纷纷拿出灵药。待维山结算完后，虾仁与大黑牛同款，都快要缩成针，贡献值竟然是6666。666，难道我2次藏灵药被发现了？这是在点我呢？半月之后，一行人风尘仆仆地回到五蕴宗。姬坤回来后，明显有些性格大变，对虾仁也疏远了不少。老牛别去打扰他了，这次南斗山之行可能对他打击有点大。走吧，回药谷。此时药谷中，一位颜若潮华的少女正在认真照料灵药。她约莫16、17岁的年纪，一身青衫，笑靥如花。只见她抿着嘴，正笑盈盈地看着谷中蝴蝶，眼中充满了细腻单纯。柳渊师妹，我们回来了。虾师兄、牛牛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柳渊师妹，这半年来辛苦了，但是咱们说好的30块下品灵石。柳渊是他们2年前在检查药谷灵药数量时认识的，不在这段时间正好让柳渊照看，而且看这些灵药长势，也确实没让他们失望。师兄，你将药谷打理得如此之好，我根本就没出什么力，你给我10块下品灵石就行。大黑牛蹭了蹭柳渊的手，叫他别客气。师妹韶华易逝，半年时间30块灵石，我并不亏的。我也就每天来看看，试试水灵诀。这里的底子太好了，根本没出什么力。那这样吧，若是我们下次离开，你再来，这次当作酬谢，请务必收下。那好吧。送走小师妹，虾仁和大黑牛又忙碌了起来。虾仁拿着开山斧，准备挖个新洞，而大黑牛则在洞府内准备今年需要上交的灵药。老牛，那个地方实在是砍不动，我的2把开山斧都豁口了。唯有去学练技。咱们刚上交完灵药，贡献多，去换些材料。铁晶就是做黄阶法器的材料。大黑牛一听，高兴坏了。他最不缺的就是时间，就怕没东西学。老牛，要是我把材料弄废了，咱们贡献全砸进去，你可别怪我。来了来了！一人一牛往宗门贡献店而去。他们进去的时候是带着笑的，出来时笑容几近消失，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原来快乐并不会消失，只是会转移到那个筑基期师叔脸上去了。老牛，我专门给你换了一本基础阵法大全。大黑牛高兴坏了，当即便幻想自己成为阵法大修士。虾仁也看着储物袋，想入非非。正当他们想得入迷时，
哎呦，我去，这棵树怎么回事啊？还带长路中间的。老牛，算了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回家。回到药谷后，大黑牛捧着基础阵法大全研读去了，虾仁则是拿出了基础炼器开始研读起来。开炉炼丹、开鼎炼器都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是完全和打铁扯不上关系。这炼器有点颠覆我多年打铁的常识了，堪称将法力运用到了极致。大宝贝，本座的开山斧能否重现修仙界，就靠你了。你要买阵旗？行，你学会了就给你买，先把基础学会。来嗑瓜子。时光匆匆，又是一年，虾仁拗不过大黑牛，给他买回了阵旗。他们围在了一个土坑中，双眼死死盯着不断扑扇的火焰。老牛绝世天才啊，真是天不生我牛弟，阵法万古如长夜。这阵法真是奇妙，竟然能通过灵气借势引起天地共鸣。大黑牛的牛尾都快要旋转上天，当即想要继续展示。突然，洞府内狂风大作，吹得锅碗瓢盆到处飞。老牛，你大爷的！你是不是忘了，只有施法者才不会受阵法影响？你自己收拾，我要回去练气了。只是简单的打造一柄开山斧，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手法，然后就可以开辟瀑布后面的洞府了。2年几过，几经没人注意到我们，咱们也可以开始那个计划。听到那个计划，大黑牛激动起来，连忙赶紧收拾。本座今日开鼎炼器，诸位仙神，你们看着办吧。虾仁手掌一翻转，蓦然间一团银色铁晶从储物袋而去。条件有限，只能将就了。因为他炼气期的修为，完全就感受不到炼气体内的细微变化，只能凭借着感觉来。老牛加料。虾仁面色发白，不断喘气。所有人都不会想到，竟然有人会为了炼制一块铁晶，花了整整2年时间来准备，真是嫌命长了。开鼎。在冲天而起，鼎内有一团如水银般的铁球，正被法力托在鼎中央。老牛，你继续施加丹火。虾仁手中书地不断打出法诀，那团铁球开始不断变化起来。老牛开山斧问世了，怎么也得算个法器吧？走，打造我们的秘密基地。丽华山系运气盖世。老牛看见没？咱们的秘密基地绝对能成。大黑牛也是咧开了嘴，未来的筑基灵药可就在里面了。咱们再去打造2柄，还有3块铁晶呢，把这给他打穿。1月之后，洞府开辟完成，虾仁与大黑牛坐在阴暗的洞府中，听着外面的瀑布声，满心欢喜。老牛拿出来吧，终于可以开始种植筑基灵药了。大黑牛喷出一口重重的毒气，直接从体内吐出了储物袋，里面全是筑基主味灵药。万物晶元凝聚的绿叶可以无视环境的培养灵药，如今1月就可培育1株100年灵药。老牛，咱不急，咱先培育灵药，然后开始咱们的筑基大计。时间如刀，刀刀催人老，转眼已经是6年而过。本座今日准备开炉炼丹，我看谁敢不给我面子。天红果、月令果，每株灵药药性不一，对于丹火的温度与手法也是大不相同。我没有师傅传授经验，只能不断尝试了。1个时辰之后，毫无意外的灵药变成了一滩废药液。炼废了，好心疼。这些天地灵药真当是奇特，年份不一样，竟然差距如此之大。年份不过差了10年，就已经需要另一种火候与手法。老牛再来。时间就在虾仁每日炼丹中度过。他开始1月炼制不超过5株，失败就开始记录经验与感觉，开始入定摸索当时的感觉。春去秋来月如风，1株灵药终于被虾仁提炼而成，但是他眼中只带着平淡，没有任何狂喜之意。一切都在本座掌控之中，筑基灵药不过如此。老牛，咱们筑基有望了。丁，宿主已可加点。
老牛加点了，终于可以试试防御了。开始加点，直接加在了防御上，一股厚重之力传遍全身。他们同时感觉到体内像是突然紧缩了一下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虽然外表没什么变化，但是明显感觉好像硬了不少。走，去宗门大殿拿咱们的200贡献，再看看宗门大比去。听说又冒出不少厉害的师弟师妹们。后面的年月里，每年都会有一个戴着草帽的人牵着大黑牛来到大比会场。他们从来不参加宗门大比，只是在无人的树荫下乘凉吃瓜子。嘿嘿。10年岁月就这样悄然度过，虾仁终于将筑基丹的灵药全部炼化而成。但最重要的是那股驾轻就熟的炼丹手法，结果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。老牛可以开始筑基了。我先来，若是有危险，我也好提前告知于你。你这次听我的，咱们没有师傅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虾仁手微微一抬，一颗筑基丹药入喉，凶猛的药力突然散发在体内。虾仁此时毛孔大开，身体竟然闪烁起一阵微光，无数浊气从体内冒出。虾仁的面色时而痛猛，时而舒缓，体内那道钢铁壁垒正在不断被药力融化。丹田此时在发生巨变，一道道药力在体内不断冲击。1天1夜后，虾仁满头大汗，胸口不断起伏。老牛，我没事，只是丹田化液泥丸功诞生神时是为筑基成功，而我好像筑基失败了，但是也没有完全失败。这筑基丹竟然在拓宽我的丹田。通俗的话来说，别人体内法力储存是1，我就是2。要知道，丹田是无法扩宽的，这是修仙界的常识，这可给大黑牛惊呆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老牛，准备灵药，这5颗筑基丹可远远不够。大黑牛连忙往后面跑去，丝毫不敢耽误。也正如虾仁所说，5颗筑基丹远远不够。1年的时间里，虾仁一边炼化灵药，一边筑基，手上的筑基丹越来越多，身上散发的浊气也越来越多。1年后，终于突破成功。呵呵，这就是筑基期眼中的风景吗？大黑牛与虾仁并肩而立，身体各处肌肉隆起，恐怖的力量不断涌来。那长生点20的桎梏也终于打破，他们终于可以继续往上加点。老牛筑基期寿400，咱们也可以继续在宗门待下去，不用再四处漂泊了。大黑牛眼中露出感动，他们其实喜欢安稳，至少能在身心疲惫时，心中还有一处可栖身之地。老牛烤串去，普天同庆，为我们自己而贺。他们纵身一跳，没有遇见，瞬间扑入水塘中，2道巨大的水花绽出。他和大黑牛都明白，最让他们激动的并不是突破筑基期，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？标。夜幕之下，虾仁嘴中唱着歌，在烤架上烤着肉，一团篝火升起。大黑牛在旁不断跑动，铃铛声不断发出脆响，与虾仁相和。老牛过来吃串了。你要去哪？你养大撑着的。不是你真的在听吗？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，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，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渴望着，哭也笑的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
沙边的小沙发，奶油你的梦别都吓傻了。小完全的小沙发，今天有的拉你奶油去把关了。老牛，我唱的咋样？可是上级粉丝还让我闭嘴呢，说什么自己人别开枪。大黑牛可怒了，竟然敢质疑我寻哥的唱功，他恨不得冲出屏幕，跳起来捶你们膝盖。好了，老牛，谈正事。按照宗门规矩，若是突破到筑基，要去所属支店入籍。明天咱们去登记一番。次日，朝阳出生，虾寻对着自己和大黑牛用了几遍除尘术，开始踏路而行。虾师兄，柳渊石镜，虾师兄，你怎么来炼丹殿了呀？石镜，内门弟子，仰慕虾寻许久，每次去检查灵药时，他说的话总是让人如沐春风。你们如今已是内门弟子，倒是我该叫你们师兄师姐了。那怎么得了啊？不行不行，虾寻师兄可是来炼丹殿有要事，我们可以代为引路哦。奇怪呀，虾寻师兄如今的气质好像有点不一样，而且他的面庞也没有老去的痕迹。柳渊悄悄探查了一下，虾寻的修为竟然探查不出。虾寻师兄，你突破了！石镜一愣，他探查而去，突然他像触电一般的直耸耸站在原地，眼中震惊的看着虾寻。见过师叔。是的，突破了，正准备去往炼丹殿入籍呢。虾寻没有任何架子，一道法力将他们托起，这一幕让他心中也是有些感慨，原来自己当初是被微风主这样托起的。那师叔，我们便不打扰您了。是啊，虾寻师叔，这可是大喜事。两人欢呼雀跃，好像虾寻突破了，比他们自己突破还高兴，心中也是没有什么坏心眼。我这里有一些炼气期修炼的心得赠予你们，虽然不是很贵重，但也是一份心意。师叔，无功不受禄，我们怎能受得起如此馈赠？虾寻师叔，您这完全是亲徒才能有的待遇，我们真的担当不起，还请收回。大黑牛瞬间不干了，这里面还有他的心得呢，必须收下。是我想的不太周全，倒是为难你们了。师叔言重了。这常年在五蕴宗的弟子极重规矩，没有散修那般洒脱随意。况且这些内门弟子都有师父教导，自己横插一脚，反而会给他们造成一些困扰。那你们忙吧，我和老牛随便走走再上山，别耽误了你们。好呢，师叔。石师兄，你说虾寻师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随和大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倒是觉得师叔是个没什么功利心的人，我每次和师妹们去检查药谷，他都在看书。我和师弟们去的时候，虾寻师叔还带着黑牛抓鸡呢，说给我们做顿好吃的。虾寻师叔一直都是一个有趣的人，性格也不古怪。是啊，宗门内这些师叔长老们似乎是活得太久，或多或少有些性情古怪，若是出了眉头，可有一顿好受的。哎呦你们两个在这叽里咕噜啥呢？嘿嘿，师尊，您老人家怎么出来了？有事缘？您个恶屁！石敬，你小子要是5年之内不在筑基五蕴宗伙夫之职，有你一席之位。有缘给本座跟上你也好不到哪去。女娃子娇娇羞羞的，是不是想找门婚事啊？柳渊被说的小脸通红，连忙小跑跟在后面。哈哈哈！没想到虾寻师弟竟有如此福缘，一颗筑基丹就可破境，真是我五蕴宗之福啊！哈哈，修仙之路本就有气运，你说景皇老头，你这意思是虾寻师弟就凭借一颗筑基丹还不配破入筑基期了？哼，老夫何曾有此意？虾寻师弟，你莫听那软正老道胡言乱语，此人炼丹走火入魔。好你的景皇老头，竟然在星际师弟面前诋毁我，等我上没开！哼，上就上，谁怕谁？肃静。
一位冷面女子突然出现在大殿高台之上，气势强盛，盖压殿内所有人。这五蕴宗各大主峰，就他们炼丹殿最为没有秩序，各大长老随性而为。不仅因为炼丹殿在五蕴宗地位相当之高，都是被人捧着。最重要的是，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峰主，可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左一影身为副峰主，也是为了炼丹殿操碎了心。哦。副峰主至少也是筑基后期修士，但他却是年轻无比，自带一股御姐风范。霞寻，你跟我来。诸位师兄，那我就先去了。嘿嘿嘿，一路走好。师弟啊，你放心的去，若是不方便，这头黑牛灵兽我们也可代为看管。这女人一言不发，跟我这玩心理战的。哈寻前国涌泉州人，在九星谷升仙大会闯关失败，而入我宗后，兢兢业业种植灵药，又参与过宗门大比。20年前入南斗山，为宗门夺得3柱主位灵药后，又默默种植灵田。虾寻听后喉咙发涩，其实他们还干了许多别的事，兜风、打猎、看书、抓鸡，也没他说的这么无聊。来历很干净，也没什么问题。你似乎很喜欢种植灵药。左师姐实不相瞒，我和我家大黑牛种植灵药，那可是一把好手啊，相当喜欢。水灵诀可有长进？2层，我其实对打打杀杀没有兴趣，除了修炼便是修行水灵诀了。哇，果然是2层，现在宗门就缺这样的人才。这便是他亲自接见的目的。水灵诀虽然是小法术，但修炼周期长，不能有稍许浮躁，仿佛是在练心一般，没人愿意在这上面浪费时间。而水灵诀对培育灵药又是必不可少的。你可知10大仙门内有修炼水灵诀到第3层之人？哦，竟有如此神人！我修炼到2层就已是耗费大半生，现在更是经济缓慢。大问师姐，这第3层真的能修吗？当然啦。水灵诀第3层之力，可培育无数珍稀灵药，能让他们克服那苛刻的生长条件，就连筑基灵药也在此内。若我五蕴宗有人能修炼到水灵诀3层，定会举全宗之力，用无数丹药，让他修为堆也堆到金丹期。此话意味莫名，虾寻心中一震，还好没说出自己已经修炼到3层，不然不只是全宗的目光，可能还有别的宗门暗杀他都说不定。哎呦啊，不行，这太过招摇，还是老老实实种植灵药吧。嘿嘿。左师姐，我定会全力修炼水灵诀。我这人没什么爱好，就是爱好种植灵药。只希望他不要被筑基期的寿命迷了眼。五系杂灵根怎么可能突破金丹期呢？虾寻师弟，请说。五系灵根虽然难以突破金丹期，但至少还有300多载寿元，也能做许多有意义的事的。都说了会好好种植灵药，还来化石天族。大黑牛也是心中微怒，这女人不就是在说他们毫无希望，老老实实给宗门打工吗？师弟明白。长老之职至少需要筑基中期才可担任，不过你已在炼丹殿入籍，自然不能再穿卫门弟子的服饰。是左师姐。虾师弟介于一滴精血。青灰色令牌悬浮半空，瞬间将虾寻的精血吞没，散发出一道青光，像是认主了般，直接朝向虾寻而来，落入手中。此令乃浮光玄牝大阵的禁制令牌，可进入宗门内。真正的灵药园规矩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修炼水灵诀到2层之人，洗净若无要事，宗门内绝不会有人打扰，也不会限制人身自由。但宗门灵药园事关重大，100年内若是出宗20年未归，将视为叛逃五蕴宗。人人得而诛之。话虽难听，但国有国法，宗有宗规，也绝不是针对虾师弟一人。哼，若真有此人，我虾寻与老牛也不会放过他。行，那虾寻师弟还愿入灵药园吗？我自然不会强迫。我尼玛，套路有点深啊，一环扣一环的，这精血都打入禁制令牌了，现在问我愿不愿意？嘿嘿，我自然愿意，也无怨无悔。但若是寿元将近，我等还是无法突破。宗门会为此等之人准备后事，还可位列宗门功勋鹰碑中，供后辈瞻仰。卧槽，不是这意思啊，咋还给我准备后事来了？当然，交接完一切事宜后，也可自行下山了却一些遗憾。那便再好不过。这是一枚灵兽筑基丹，虽然没有筑基丹那样珍贵，但也炼之不易，就当做恭贺虾寻师弟入籍的贺礼。不过后面10年的贡献就归入殿内了。
诸位再造之恩，家训莫不敢忘。阮正师弟，做师姐，你带虾师弟熟悉炼丹殿3日后，可激发禁制令前往灵药园，也不耽误蛤师弟去宗门大殿述职。是，家训师弟，随我来。老牛，我的坤仔呀，你温柔点，咱们要带过去的。终于要去宗门真正的灵药园了。这可是老板送我们的呢。来到这修仙界如此之久，倒是再也遇不见那老板这样的人了。老牛该出发了。这位师叔是要下山赶集去吗？不，我看应该是要修行什么大法术，就要用到他们，不可随意揣度师叔。筑基之位，岂是我们炼气期弟子所能想象？师姐，宗门真正的灵药园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可谓是山脉中的深山老林。这里各方都有筑基修士守护戒备森严。咦，这是什么阵容？见过2位师兄，我是前来种植灵药的，已经在宗门大殿受过旨。原来是炼丹殿的师弟，师弟所在之地为正位一会权限。药园不可乱闯，一个禁制令牌只可开启一处。多谢2位师兄。去吧，虾师弟。竟然知道了我的名字，看来这个禁制令牌没有表面那样简单。走吧。夏轩若无其事地带着大黑牛和牲畜们走入其中。汇泉剑灵药园坐落在大阵中的阵位，四周一片白茫茫的玄雾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大黑牛也是警惕起来，他明显感觉到方位在变动。没事，咱们又不是来干坏事的，一挤一挤。刹那间，他们全部像是被定住了般，连小猪仔都睁大了眼睛。这里如同一幅巨大的画铺展在天地间，绿的那么纯粹，绿的那么渺远，心里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，就像一片静止的海洋。老牛别吃了，做鸡圈还有猪圈去，这可是大事。20年一次的南斗山秘境又要开始了，不知道姬坤怎么样了？老牛等忙完，咱们去看看。玉竹山脉的第一场雪悄无声息地铺天盖地而来，一位刚过60大寿的老人正望着窗外出神，他两鬓略微斑白，脸庞虽然刻满了岁月的痕迹，但也不能看出年轻之时绝对是一位美男子，而此人正是姬坤。南斗山之行在即，可别出什么意外啊！虾，容颜还是这般年轻，定是筑基成功了。看来虾师弟一切安好，倒没我混得这般狼狈。师叔，自己的失败固然难过，但他人的成功更让人揪心。一段苦涩的记忆流淌心间，姬坤的腰似乎弯得更低了，而他们早已疏远，如今已经带着一股陌生。姬坤，呵呵，虾师叔能降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师叔快请进。不知师叔前来看看曾经的朋友。能和夏师叔成为朋友，那是季坤的荣幸。这些年听说你在外门执事殿过得很不好。师叔严重了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就没想过来找我吗？我自有谢，就不去给夏师叔添。姬坤，姬坤，你现在就颓废成这样，你的心气呢？我告诉你，其实当年在青崖雕上，我就很不爽你了。大黑牛也在后面吼了一嗓子，当年秘境回来后都不搭理他们。果然是来羞辱我的，夏师叔见谅。我你说个屁！夏师叔，你何必羞辱于我？我如今已是这般模样，你还要那般？老子当年的姬师兄可不是这样的，那是如大哥一般的人物，而不是你这般没心气的东西。大黑牛瞳孔一缩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从未看见过虾群如此发怒。
姬坤笑得浑身颤动，笑得眼眶发红，笑得悲凉不已。哪有什么意气风发的姬坤，不过是一个坐井观天的修仙界乡下人物罢了。你笑你大爷！让你笑了吗？瞎学。当年在南岛山秘境发生了许多事，我不想牵连你们。解决了吗？解决了，不过我在外门执事弟子中也待不下去了。当年我和师妹被神秘人出手相救，还侥幸保住了杨生莲。后来我们找到了一起组队，但临阵脱逃的人还让我将灵药交予他，这是我拿命换来的，自然是不愁。于是我们大打出手，配合着师妹，将她斩杀在了南斗山中。却不曾想师妹突然叛变，向长老告状我残害同门，灵药和贡献都算在了师妹头上，而我却背上了残害同门的骂名。当初的朋友都疏远我，就是在宗门找个差事也是困难重重。我如今这般境遇，又怎忍得去连累你们？如今只有忍辱负重，为下一个南斗山之行做好最后一搏的打算。姬师兄，若你能从南斗山回来，你自然还是我师兄。师叔，你先听完。这是黄阶上品法器，2000贡献值，册子中有我当年在南斗山的一些心得，能助你夺得那3柱主位灵药。这怎么能行？瞎学，你从不欠我什么。这2000贡献是你欠我的，若能归来，摘得筑基灵药，我在山下等你，后面会为你亲自送上筑基丹。咱们可是9星谷来的，自然要多照顾。姬坤似乎再也绷不住，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，竟然最后才看清谁是真正的朋友。那女人叫什么名字？苏叶童。若是姬师兄不能归来，我会帮你处理此人。人间蒸发之时，宗门也觉察不到丝毫痕边。姬师兄不会觉得我瞎寻真是什么大好人吧？若是姬师兄归来，我也绝不会插手你与他之间的事。我知道了。姬坤两眼通红，有时候男人之间的情谊似乎不必说的太多。姬师兄，我会在那处山脚等你，定不辜负瞎师叔。呵呵，这才是我认识的姬师兄。时间一晃，又是5月而过，20年一次的南斗山之行终于开启。虾寻目送姬坤离开后，准备去宗门的一个方室见一位重要的人。哈哈，没想到你竟然突破了筑基期，大喜啊！乐风为何如此之早就下山？你还有大好岁月，想必也是筑基有望的。师叔有所不知，执法殿对炼气期弟子的年龄要求不能超过50。那也可以去其他殿内继续修行。师叔，我志不在此，我不过是四溪下灵根。得师尊当初在山下见到我，被五蕴宗养育长大，我斗法不强，连宗门大比序列前5000都进不去。若是一手待在村内，岂不是浪费修仙资源？筑基之事，我也从未想过。能敦促师弟师妹们好好修炼，便是我最大的夙愿。能看见当初的夏寻师弟筑基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虾寻的话语像是被卡在了喉咙里，他觉得现在说什么好像都是苍白无力。乐风这样的人真的很不一样。倒是我落了下城，能看见曾经的乐风师兄如此心境，那我便放心了。师叔不必担忧，并不是所有的修士都是为了长生，我也并未有什么遗憾。人这一生或许会遇见许多人，也或许会遇见许多事，但只要能在其中提取出那一些智慧，便足矣。看来乐风师兄已经找到了。当贺。两人突然开怀大笑起来，看得旁边的大黑牛云里雾里，他们不断谈论起往事，不觉心境豁达。虾寻这次相当有耐心，听着乐风的唠叨。半日之后，虾寻与大黑牛辞行。师叔黑牛，时光易逝，千万别再沉迷于玩物之中。虾寻谨记。告别乐风，虾寻找到炼丹殿内的景皇长老，说是愿无偿辅助炼丹，这可把景皇高兴坏了。景师兄，这筑基主位灵药竟然可以炼制不止1炉。是啊，咋了？那岂不是许多灵药都可以炼制几炉丹药啊？当然，灵药的药性太过猛烈，反而会对成丹有很大影响。筑基丹就是其中之一。比如一株灵药30年就可炼制1枚丹药，你却拿300年的炼制同等丹药，师弟觉得结果会如何？丹药之力大增吧？哈哈哈。师弟想多了，那只会让丹药溃散，他根本承受不住如此药力。
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，物极必反，天地灵药同样如此。原来如此，师弟受教了。若不是景师兄告知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会被蒙在鼓里。对了，这些木材是何物啊？我看很多师兄的洞府前都有。那是鹤龄树的木材，用来做药匣子或者保存丹药的。玉竹山脉许多地方都有。什么？虾师弟。老牛砍树去，以后咱们的碗勺子、猪圈、鸡圈都要用鹤龄树来做，不然我们念头如何通达，如何修仙，这日子过不了了啊！一人一牛入起冲，一头栽进了山脉之中。看见鹤龄树，就是一记开山斧，大黑牛直接猛烈重击，山脉中不断传出轰隆声。这又是什么造型？师弟，这是意欲何为呀？这是要在修仙界修行凡人武功吗？师兄，我们没事，伐木使我们念头通达。老牛，走吧。能修炼水灵诀到第2层的人，果然性格有些怪癖。后面的日子，虾巡与大黑牛的娱乐活动多了一些。山脉伐木，他们的林内园中堆满鹤龄树的木材，越堆越高，心中的气也是越来越顺畅。半年前的南斗山之行结束了，虾巡按照约定在山脚下等待姬坤的回归，可是等了半天，终是没看到姬坤的身影。老牛，走吧，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尽人事听天命，姬师兄至少已经努力过了，他没有遗憾，我们自然也没有。而此时不远处，落日的余晖照到了一道急促的身影之上，他因为夺得头筹，被宗主留下单独勉励了一番。虾师叔，牛师弟，姬坤。此时此刻，姬坤无数话语像卡在了喉咙一般，他眼眶微红，终是一句话没有说出口，只是对着虾巡重重点头。这一刻或许是太过激动，两人自始至终没有多交流过一句话。看见姬坤无事，虾巡便带着大黑牛离开了。能遇见这般朋友真的很好，太好了。老牛，我准备给姬师兄炼制筑基丹，但不是我们那样的，不然绝对会筑基失败。宗门内送的筑基丹可能有点问题，到时候我会去主动请缨送丹，再调换即可。宗门的有可能是次品，但绝不是上品筑基丹。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，不管是次品与否，我都要给他换了。姬师兄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。有了景皇长老的经验，虾巡炼制丹药并未让全部灵药整合一起，而是将药液分摊。不知不觉，半年一晃而过。炼丹殿内的筑基丹出炉，虾巡主动请缨向姬坤送去筑基丹。虾巡带着大黑牛御剑而行，瓶内的筑基丹已经被他调换，是一颗白莹莹没有丹纹的筑基丹，但是被他用药液涂抹成了黑色。依然是那处老旧的屋子，姬坤眼带凌厉，每日不骄不躁，等待着虾巡前来。姬坤，虾师叔，我们来给你送筑基丹了。虾师叔大恩大德，姬坤永生难忘。快接着，记住，你还欠我2000贡献呢。我这还有个锦囊，若是筑基成功再打开，看完回去。是师叔。啊，累了。虾师叔，这是你的，那几千贡献我绝不会拖欠。哎，我们在灵药园能用到什么法器啊？到时候把贡献还我们就可以了。不行，姬坤皱眉，今天必须把这个法器还给虾巡。但是乃至虾巡发出一声尖叫，老牛上剑，快撤！真是好快好潇洒的背影。虾师叔、牛师弟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送完丹药，他们去了炼丹殿。听说左师姐今日在这。老牛情绪饱满一点。漂亮，就是这样。虾巡咳了一声，说完立马变脸，像是家中死了牛。他牵着大黑牛，哭丧地进入大殿之中。左一影看见他们这番模样，也是一惊。这是咋了？左师姐，这件事实属无奈，贡献殿内的功法太贵，也不契合我的体质，不知有没有烂大街的筑基功法。就这事啊，我还以为灵药园给毁了。当初入籍之时，是我疏忽了筑基的武系灵根之人太少，宗门并未准备这等功法。师弟，你等我一下。左一影轻声道，随后一阵香风吹过，眨眼间消失在了原地。这就是身法吗？
他们很想将自己的力量与速度结合在筑基法术中，但现在还未找到办法。没多久，左一影回来了。夏学师弟，这本《百炼五行诀》便赠予你了。筑基功法都会带一些特别的法术，这本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却自带一门小身法，名为五行遁影。我认为它相当适合夏师弟这般种植灵药之人。你们虽然斗法不强，但若是出了山门，有身法傍身，也能多一些自保之力。哦，我操，太好了！多谢左师姐赠法之恩。女人会影响修炼速度，但富婆不会，因为她只会给自己一本更好的功法。只是夏师弟应得的此功法也并不珍贵，好好收着吧。左一影微微一笑，类似的功法太多，五系灵根的功法甚至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摒弃，但是虾寻与大黑牛却如获至宝，在路上不断感叹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，这个请他们记住了。老牛，你看为什么我们就当不上副峰主，我左师姐就能当上？因为大忌啊，这炼丹店缺那么一个筑基后期修士嘛，不然吧。然而就我左师姐能当担得起，若是投票选人，我第一个投给左师姐。大黑牛双眼一睁来劲了，他也要投票给左师姐。啊，啥意思啊？这时候出宫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虾寻在路边盯着大黑牛，后者面色难看，憋了半天，一张黑脸都憋得通红。虾寻微微眯眼，越看越不对劲。哎呦！卧槽，老牛你大爷的！给我死！从此之后，汇泉剑灵药园每日都会响彻起一阵鬼哭狼嚎般的声音，还有一只大黑牛的痛苦惨叫声。虾寻与大黑牛也开始了3点一线的生活。早晨修炼功法，冥想吐纳。用虾寻的话来说，一天之计在于晨，骄阳初生之时，便有紫气东来。